女子穿越成年代文中的大肚子孕妇，还是出场即死的炮灰女配。原主婚后被人算计，受了委屈也不知道反抗，为了那些流言蜚语想不开，投湖一尸两命。穿越后睁眼就是投湖现场，女主竟还要推她下湖。云晶小心！云晶看着这眼神带着敌意和杀气，打算把她推下水的冯倩倩。生死关头保命要紧，一个灵活的走位，冯倩倩狼狈不堪地掉入人工湖。看着扑腾的冯倩倩，云晶心有余悸。若不是我突然穿书，此时在人工湖扑腾的就是我了，真如同小说中写的，被发现时一尸两命。此时马上就要取代云晶，嫁给男主的书中女主冯倩倩在水里求助。云晶救我，快拉我一把，我不会游泳。这眼神怎么不像是要我救她，倒像是想把我拉下水。我可不会按照小说的设定，早事后给冯倩倩腾位置。我要被淹死了，云晶快拉我一把，求求了！真是晦气，明明都要跳湖的人，怎么还不乐意死了？云晶根本配不上贺廷川，亏得我铺垫那么多，就等着云晶跳湖后顺理成章的嫁给贺廷川了。谁知道这个女人突然变卦，还害得我落水，这个哑巴亏，我绝不白吃。冯倩倩朝云晶伸出求救的手，云晶才不傻，看出她的别有用心，怎么可能涉险？我也不会游泳，你坚持坚持，我去找人来救你。云晶，你回来，你别走啊，你拉我一把就行。哼，冯倩倩是女主，肯定没那么容易嗝屁，我一个炮灰命，还是保命要紧。云晶走了没几步，恰好遇到路人。同志，不好了，人工湖那边有人落水了，你们快去看看，能救救救，不能救，把尸体捞上来也是一件好事。我一个孕妇不会游泳，不敢救人，你们救人的时候小心点，不要把好人好事记在我头上。我是云金，炮兵团贺廷川贺团长的爱人，我做好事不留名。终究是救人要紧，他们立马朝人工湖那边飞奔过去。云晶按照记忆朝着居住的家属院走去，还没到门口就被人从背后大力的抓着手臂，一回头就看见高大挺拔、肩宽窄腰的身影，正是书中的男主贺廷川。你这是什么意思？云金，你在闹什么？别忘了，你答应你哥哥的，你想让我成为罪人吗？云晶下意识接住掉落的遗书，只见上面寥寥数语，交代后事。抱歉，原谅我的自私，孩子我带走了，放你自由，我会和我哥解释的，你以后好好和别人过日子。云晶看着贺廷川捏着的拳头上，手背青筋凸起，吓得吞口水警告：我是孕妇，你不能家暴我。我的拳头只会挥向敌人，不打你这种无理取闹、好日子不过非得瞎折腾的女人。在你心里，我是这样的女人。贺廷川没说话，默认了一切。云晶一脸愠怒，肚子里的小家伙似乎感觉到他的情绪，踢了他一脚。别闹！云金，你欺负肚子做什么？你有气找我撒，别拿肚子说事。触手冰凉，贺廷川二话不说脱了军绿色外套，披在他单薄的身上。别动着我儿子！在你心里只有你儿子，信不信我给你生个女儿，气死你！没想到这还是个重男轻女的老封建。你生我养。贺廷川看着气呼呼的女人，就算生气也让人觉得赏心悦目，瞪着你的时候还有种撒娇的感觉。可一想到他留下的遗书，贺廷川心里那点欢喜立马凝结。这女人竟然敢想不开，她疯了！你那信什么意思？再让我看见，别怪我对你不客气。贺廷川，别人欺负你媳妇就算了，你现在也欺负我，老天奶，这日子还要不要过了？怎么会感受到负面情绪，突然就恢复了炮灰原配的意识？难道是和小说人物融合了？书中原主是可怜懦弱、孤立无援的炮灰女配，哥哥云立业为救贺廷川牺牲，临死前托贺廷川照顾妹妹，她才得以嫁给贺廷川。在这段婚姻中，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和诟病，才会有带着未出生的孩子轻生的念头。贺廷川此时也不知道云金的想法，语气有着他自己都没察觉的柔软。你别哭，谁欺负你了？还能是谁？不就是大院那些人，都说我配不上你，不配成为贺团长的妻子，说我大字不识几个，除了一张脸之外，毫无可取之处。哼，我被大院的人背后蛐蛐，当面阴阳。你这个作为丈夫的人，腹中孩子的爹，你就这么看着他们欺负你媳妇？这是为什么没人和我说？他们巴不得我们闹离婚，逼得我一尸两命，怎么可能和你说？他们只知道背后欺负、羞辱我，我嫁给你差点没命。他们是谁？云金刚要开口，一群人找茬似的朝他们走来。哎呦，贺团长回来了，正好，你快来评评理。你这个乡下来的媳妇不得了啊，她差点杀了人，都怀着孕，怎么能做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也不怕生儿子没屁眼？他说你儿子没屁眼呢。贺廷川瞥了眼幸灾乐祸的女人，以及她隆起的肚子。他怎么知道是儿子？万一是女儿呢？一想到自己的女儿也会像眼前的女人一样，委屈的眼眶红红，可怜兮兮的向自己哭诉她被人欺负，贺廷川拳头硬了。我媳妇一个蚂蚁都舍不得捏死，她一个孕妇行动不便，能做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云金附和的点点头，一脸委屈无辜。给我为出生的儿子道歉。曹营长知道嫂子嘴巴这么毒吗？嫂子这不是一时口快，
要怪就怪你媳妇，她真是……我媳妇很好，不需要你夸。嫂子说说看，我这才回来，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是谁污蔑我媳妇？原本不想把事情闹大，既然贺团长问了，就别怪嫂子不给你媳妇遮掩。你媳妇她把新来的教导员冯倩倩给推下湖，差点淹死。我推的，我怎么不知道？冯倩倩是谁？还能是谁？你未来的二婚老婆，人家等着我嗝屁接盘呢。书中的女主冯倩倩是重生女，上辈子也是一个可怜的女人，符合一切重生女主该有的悲惨。重来一世为了报复渣男，看上渣男的小叔贺廷川，就等着云京一尸两命后嫁给贺廷川。新来的教导员来家属区扫盲的，你没见过这样的女主配当女主吗？现在竟然还污蔑我推她下水，真无耻！是他说我媳妇推他入水的？没错，要不是路过的好心同志把人捞上来，怕是现在已经被淹死了。你要是不信，可以找人对质。好激动！小说男女主这是要提前见面了吗？冯倩倩在哪？冯倩倩这边，她在人工湖泡了一会儿才被救上来，回来后立马换了干净的衣服，想着自己那一番茶言茶语肯定能让那些八卦的大嫂子们多想。上辈子听闻这位小叔的原配是自己想不开，趁人不注意跳湖一尸两命。但道理，今日云京该死的，但他现在还活着，难道是我的出现改变了他的命运？冯倩倩正懊恼当时没有成功把人推下水，若云京不死，她怎么嫁给未来位高权重的一把手贺廷川，报复那个不育男人？外面却传来说话声，就是这儿，冯教导员你在家吗？哼，乡下来的死丫头这么不要脸，待会就让贺团长看清她的真面目。做错了事情不承认，还狡辩，还欺骗贺团长为自己出头，他也不怕等会真相大白，自己丢人。冯倩倩打开门走了出来，故意撩了一下脸颊边上半干的湿发。怎么啦？表里表气的，劲敌啊！刚穿书就被女主差点推下湖，女主竟还用茶言茶语引导老嫂子来欺凌她。可云京不是软包子，直接上门打她的脸。怎么了？还不是为了你被推下水，差点淹死的事情，我们去找凶手理论，他竟然不承认，还让贺团长误会，以为我们污蔑。正好大家都在，冯教导员评理，到底是谁的错？冯倩倩被众人围观，顿时觉得头大。没想到这个曹大嫂这么没本事，竟还把我拉下水。她确实说了似是而非的话，想让嫂子们去霸凌云京，谁知不成功，还惹麻烦。哼，既然云京没死，我就不能这个时候在贺廷川面前失了好感。大嫂，你是不是听差了？我什么时候说我是被人推下去的？我都准备好和你掰扯了，你竟然这样说，怎么不是你说的？不然我们也不会去找云京。大嫂，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不过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说。我可没说是云京推我的，是我自己不小心掉下去。云京恰好在场看见了，要不是他叫人，我也不会被救。可你之前不是这样说的，你说要不是那个挺着大肚子的女人，你也不会。曹大嫂话没说完，顿时没了底气。人家确实没说是云京推的，只说不会。没说完的话，故意让人遐想。该自己出面的时候，云京可不会迟到。看样子真相大白了，曹大嫂是不是欠我一个道歉？对不起，是做嫂子的关心则乱，误会你了，是我的错，下次不会了。冯倩倩也不错过在贺廷川面前刷好感的机会，只见她笑容浅浅，态度诚恳。贺团长见谅，都怪我说话没说清楚，让人误会你媳妇害我落水，道歉啊。冯教导员要道歉的对象不是我，是我媳妇才对，被你们误会的是她，该被道歉的也是她。冯倩倩被下了面子，尴尬一笑，眸光水灵灵的从贺廷川身上转移到云京身上。嫂子抱歉，你救了我，还被人误会，对不起，都怪我。确实怪你，又不是哑巴，怎么说话还说一半留一半，让人误会，害得我一个孕妇被人围攻不是，腹中儿子还被人漫没屁眼，我儿子做错了什么？曹大嫂没想到云京还翻旧账，心虚理亏的差点挖个洞钻进去。就是你要是说清楚，也不会闹出今天的事情。冯倩倩嘴角抽了抽，被大家盯着也不好翻脸。嫂子抱歉，都怪我。行吧，这次就算了，以后不要吞吞吐吐的。云京这个该死的女人，故意找茬。没想到我今日好心救人，差点被人污蔑，以后还是少做好人的好。冯教导员说是不是？早知道就不提醒他小心好了，直接上手推他岂不是更好？真是后悔啊，都是我的错。哼。回到家，云京准备找件自己的衣服穿上，找了一圈却发现没一件适合她现在穿的。这些衣服都是从老家带来的破烂，打了补丁不说，现在怀孕6个月都根本穿不下了，真是没苦硬吃啊！孩子都怀了还不花贺廷川的钱。贺廷川，你下午有事吗？在这个大院，云京只和他熟悉，大院外面什么情况他也不清楚，自然需要一个人带路。贺廷川是最好的人选。你又要做什么？买衣服。你没看见你媳妇我没衣服穿吗？好。贺廷川早就看见了，他不是没给钱，但这人固执别扭，给钱不花，穿着乡下带来的补丁衣服，主打一个贫穷最光荣。我饿了。想吃什么？
有什么吃什么，你看着办。住在军属大院有食堂，贺廷川便出门打饭去了。闻着别家炒菜香味，云晶不争气的吞了吞口水，想找点零食填补一下，发现家里根本没吃的。原主除了日常吃饭，多1毛钱都舍不得花，怕以后离婚还不起。真是窝囊，看小说的时候不知道原配这么窝囊。想到原配藏着的那些不愿意花的钱，云晶打算找出来，待会出门全都花掉。我要是不花，以后有的是女人替贺廷川花钱。藏钱的地方有点高，还没习惯这个大肚子的云晶垫着脚，差点够到了，肚子被拉扯一下，疼得她差点摔跤。云晶，你闹够了没有？我怎么闹了？我就拿个藏钱的盒子，招你惹你了？云晶，既然你不愿意，这孩子你不想要便去医院打了吧。你不想和我过日子，我成全你，我们离婚，你不用作践自己，寻死觅活。我答应过你哥，治不好你，而不是逼死你。贺廷川出任务2个月回来，以为云晶会想清楚，安心的留下来过日子，没想到回来看见的却是他的遗书，更是后悔自责，没早早放手。他就这么不愿意嫁给我？被贺廷川的话打击的云晶傻眼了。小说中有这一段吗？孩子都6个月了，竟然让我去打了，感情伤的不是他的身体。腹中胎儿似乎察觉他情绪变化，在里面闹腾。你怎么了？贺廷川脸色一变，神色紧张，大手想碰触，却不知该怎么办。被你气的，贺廷川，你这么迫不及待的要我打了孩子，和我离婚找下家对吧？你这个渣男，我死都不会成全你。孩子我要生，婚我不离，你一辈子别想和别人在一起。贺廷川被他吼得一愣，压下心中的狂喜，面上却毫无波澜。你要生下他？对，我要生个超雄儿子，气死你！超雄是谁？你和他什么关系？你肚子里的孩子是我的，你想给他找后爹？什么后爹？我倒是想，你给吗？做梦！你这辈子都死了这条心，儿子必须留下。超雄是你在乡下的那个对象吗？什么乡下对象？你胡说八道什么？超雄是一个名词，就是天生坏种的代名词。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代名词，但听起来就不是好东西。贺廷川抓重点，知道云晶不给他儿子找后爹，稍微松了口气。你不是饿了，就算要闹，也得吃饱了再说。饿坏了的云晶打开铝方盒，谁知道就一个馒头，一点小菜，饭盒都没装满。你想饿死你媳妇好换新人，这么点怎么吃得饱？你当你媳妇我是小猫小狗啊？你以前不都吃这么多？有时候一个馒头都吃不完，还留第二顿吃，说自己天生胃口小，吃的不多，顿顿给你打肉，你不吃，只知道吃素。还是那原主没苦硬吃得过，这次就算了，下次给我正常饭量。我现在不是一个人，你想饿死你儿子你就说。云晶胃口大开，3、5口吃完才吃了半饱。没吃饱，等着，记得打点肉，我爱吃。贺廷川大步流星朝食堂走去，距离食堂下班还有几分钟，基本上这个时候都没什么菜。早知道他要吃肉，方才就一起打了。贺团长，贺团长也来吃饭啊？怎么没看见你爱人？冯倩倩就是没看到云晶，才屁颠屁颠的来打招呼，故意一副偶遇的样子。他在家休息，有事。今天那是真的很抱歉，我没想到曹大嫂会听差了，给你们造成不必要的麻烦。我还有事，你有什么歉意去找我爱人说。冯倩倩看着大步离去的人，话到嘴边只能憋回去。云晶这边等了好一会，贺廷川才匆匆回来。食堂没肉了，我开车去国营饭店给你点的红烧肉，现做的，耽误了点时间，不是故意饿着你。原来是这样啊，我说呢，就算去杀猪也差不多该回来了，谢了呀。毫无诚意的道谢，贺廷川并不计较，他愿意吃肉了就好。吃完后饭盒我来收拾，领导找我说话，我去就来。看着桌上色泽红亮的红烧肉，云晶馋的口水差点流出来。正吃着，冯倩倩突然出现在门口。今天多亏了贺团长，不然我都吃不上食堂的红烧肉。我去食堂太晚，恰好没菜。贺团长看我吃白饭，便特地加了几块红烧肉给我。原来我吃的那些红烧肉是从嫂子嘴里抠出来的啊！茶里茶气，云晶一下就听懂了，是故意来气他的。这么贴脸开大，也不怕脸肿？这可真是不好意思，我不该和孕妇争吃的。谁知道贺团长那么大方热情，让人盛情难却。嫂子不会生贺团长的气吧？呵，阿布的他生气，最好一气之下去跳湖，按照上辈子的剧情来。冯倩倩是故意来刺激云晶的，目的就是想逼死他。云晶嘴里的红烧肉突然不香了。我还没死呢，见男人这么快就开始关心这个未来二婚媳妇吗？等等，贺廷川好像说这红烧肉是特地去国营饭店买的，怎么到了冯倩倩嘴里就是食堂？绿茶女看上了她老公，就引导老嫂子来欺凌怀孕的她，现在又在她面前胡说八道，可她早已不是当初那个云晶。真是多谢贺团长特地给我的红烧肉了。你确定是我爱人给你的红烧肉？对，是他。贺团长太贴心了，我都不好意思。冯倩倩故意露出娇羞的模样，在云晶面前制造他们关系微妙的感觉，让云晶误会。你确实该不好意思，我听着都替你不好意思。嫂子这是什么意思？你可真是够不要脸的，
觊觎我男人，想抹黑我男人是不是？我男人买回来的是国营饭店的红烧肉，你说你吃的是食堂的红烧肉，下次撒谎记得打草稿。还有，贺团长已婚，你要是继续不要脸的纠缠，就是破坏我们婚姻，你这是犯罪。哼，看着人模狗样的，怎么这么没道德？世上男人那么多，为什么非得抢别人的？你那么喜欢当小三吗？冯倩倩没想到眼前这个不起眼的人竟然骂自己不要脸，他果然该死，要不是我出现，他早一尸两命了。嫂子，你误会了，我怎么可能破坏你和贺团长的婚姻？你不要多想，我知道孕妇容易情绪激动，你先别激动，你听我解释。你解释什么？云晶这会儿看着罪魁祸首就来气，你怎么不吃？哦，听说你把给我的红烧肉盛情给的冯教导员，我这正生气呢。你媳妇重要还是冯教导员重要？这个女人怎么能这样问？故意让我下不来台。上辈子她死有余辜啊，我没有。冯倩倩知道事情不可控，她走也走不掉，只能硬着头皮道歉。抱歉，是我误会了，我以为那红烧肉是贺团长特地留给我的。不是我，冯教导员，以后说话过一下脑子。我和你很熟吗？我为什么要特地留给你吃？如果我没记错，我去食堂的时候，你已经打好饭菜，红烧肉就在你的饭盒中，你还特地绕远路找我搭话，我怎么让红烧肉给你？哦，冯教导员真有心机，还特地绕远路搭话。你怎么那么喜欢和我爱人搭话啊？莫不是有什么目的？他已婚马上有娃，你应该不会不知道吧？我没道理不对我爱人好，而对你这种只见过一面的女同志献殷勤，我人品没这么差，请不要抹黑我在爱人心中的形象，也不要纠缠一个已婚的男人，你这样是不道德的。冯教导员如此人品，怎么能做教书育人的事？我会和指导员提一句，你好自为之。云晶听着贺廷川硬气的一句一句怼人的话，被硬控了3秒。说得好，果然我没看错你，能嫁给你是我的荣幸。贺团长，你是这个。贺廷川看向说话的人，仿佛自己出现了幻觉，耳边也回响他迷魂汤一样的话。她竟然荣幸嫁给我，我没听错吧？这女人是不是脑子被红烧肉给腻到了？冯倩倩的脸色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无地自容，恨不得钻地洞。我很抱歉，我的举动让你们误会，我对贺团长绝没有别的心思，以后不会了。一次误会是无意，2次误会就是刻意，是刻意还是无意，只有冯教导员自己心里清楚，你说呢？冯倩倩离开时，脸色比吃了粑粑还难看。这个女人果然该死。冯倩倩一走，云晶板着脸警告贺廷川，以后离那个居心不良的女人远一点，你有媳妇还贴上来，一看就道德败坏，不是好东西。你要是敢婚内出轨，你的前途就毁了。你应该知道一个军人的形象多重要。贺廷川看着变了一个人似的云晶。云晶，我们结婚那一晚，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云晶皱眉，努力回想那一晚的事情。第一句话是既然娶了你，你安心当我妻子，以后我的家就是你家，我会代替你哥好好照顾你，别怕我。话一出口，云晶自己都没想到，竟然记得这么清楚。是他，不是间谍，是自家媳妇没错。贺廷川很乐意看见这样的他，比起之前死气沉沉、行尸走肉的人要好多了。他这是要和我好好过日子了。贺廷川内心突然的狂喜，但怕看出来被人笑话，转移注意力。你还去买衣服吗？去，怎么不去？哼，就要狠狠地花他的钱，我不花难道留着给冯倩倩花？冯倩倩长得丑，想得美。关门锁门，他们一前一后的出门，路上遇到不少人，两人走一起形成鲜明的对比，一个亮眼，一个辣眼。云晶察觉嫂子们的目光带着嫌弃嘲讽的意思，魔法打败魔法，云晶也用同样的眼神回击他们。不是吧？他那是什么眼神？贺团长一回来就有底气了，他以前可不这样。呵，仗着有男人撑腰，那也得看贺团长愿不愿意给他撑腰。瞧瞧贺团长恨不得离他8丈远，人家可肯定不乐意和他出门，肯定是他缠着贺团长。那么优秀的男人竟然娶了这么个。老嫂子们正蛐蛐着，心疼同情贺廷川被迫娶了个上不了台面的女人，还没蛐蛐完，就看见贺廷川回头，看贺团长不高兴了，这个乡下来的要倒霉了。我敢打赌，贺团长肯定会凶他。云晶正想让贺廷川有什么事回家说，别在外面让他丢人，就见他突然蹲下身，别动，鞋带松了都不知道，要是摔了遭罪的是你。云晶压下内心那点错愕，余光看着不远处那些傻眼的妇女们。老嫂子们怕是心碎了一地吧？想到这，云晶炫耀又挑衅的朝那边吃瓜妇女们挥挥手，气死人不偿命，带着小人得志的语气。嫂子们吃了吗？嫂子们那吞了苍蝇一样的表情，值得云晶回味好久。到了人民商场，这里衣服也十分符合这个时代特色，蓝灰黑，看起来朴素低调。麻烦同志给我试一试。售货员看了眼云晶身上的破烂衣服，你兜里有钱，有部票吗？什么地方也敢来？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货色？我们这的衣服你买得起吗？弄脏了我卖给谁？售货员狗眼看人低，看着云晶穿的破烂衣服，竟嘲讽她乞丐婆子买不起。
云京反手就是投诉到领导，让他当众打脸。你兜里有钱吗？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货色，我们这的衣服你买得起吗？走走走，别碍着其他同志买衣服，我可没时间招待你这种乞丐婆子。你怎么知道我买不起？说好的为人民服务，我穿的破烂就不是人民了吗？居然看不起我这个穷苦老百姓，怎么的？你还高人一等呢？你怎么说话的？我说的是人话，你听不懂？这么大的商场怎么回事？安排一个狗眼看人低的来服务人民群众，你要是不行，我来。你滚！我的衣服不卖给你。售货员气急败坏，仗着云京一个孕妇不是自己的对手，就要粗暴的推云京，人还没碰到，就被一个冷硬的身影给挡了回去。你动我媳妇一下试一试。你来的正好，这个女的看不起人不说，还意图伤害我这个孕妇。是你先骂人的。售货员看着眼前高大挺拔、眼神凌厉的男人，没想到这个乞丐女人竟然有个这么出众的丈夫，简直天理不容。她配吗？我只知道你让我媳妇滚蛋，还声称不把衣服卖给我媳妇，并且意图推我怀孕的媳妇，有没有这种事？我这是被她气的。她竟然是你媳妇，你怎么娶了这样一位女同志？我媳妇好着呢，你承认就行。把你们领导叫来，让他来评评理。我贺廷川的媳妇不能被人白白欺负了。没必要吧？贺廷川正眼都不给他一个，问身后一直看热闹的云京，想是哪件？云京指了指绿色那件。贺廷川仗着身高手长，直接把衣服拿下来，还解开扣子，亲自帮忙给他套上，把云京都弄得一个措手不及。怎么了？我脸上有刺，扎你眼了？我看我自己男人不行吗？贺廷川看着他这傲娇的小表情，耳边是他占有欲超强的话，耳朵不受控制的发热。这件不错，留下，我还想试一试那件。小了。还有大码的吗？就这一件，孕妇本来就不适合，你们要不看别的，反正我们商场没有，自己什么身材心里没数。云京还未发话，贺廷川脸色不好看了，去告诉你们领导，就说姓贺的找他。你认识我们领导？不仅认识，还是一个战壕的人。售货员脸色大变，意识到他们确实不好惹。贺同志，我道歉，我认错，都怪我这嘴不会说话，你看能不能就这么算了？你怎么看？我想见见他领导。行，去把柳三晨叫来。好的。看着自己同事去叫领导，刻薄的售货员慌了。嫂子喜欢这件衣服对不对？我去找找看看还有没有库存。云京看着他，故意在柜台下面找了找，拿出早就藏好的衣服。嫂子试试看，这件保证能穿上。不是说没货了？别人没有，若是嫂子喜欢，肯定有。嫂子大人不计小人过，都是我这人嘴笨，惹恼了嫂子。等会领导来，能不能？不能，我一个孕妇肚子大，心眼小，我对自己还是很有数的，你说对吧？而那个去找领导的售货员已经到了领导办公室。柳店长，有个姓何的军人同志想见你，让你去卖场看看。长什么样？硬朗严肃，看起来不好惹。赵同志好像说了什么惹得他不高兴，让店长去看看呢。售货员趁机把事情经过一说，柳三晨有种不好的预感。不会是贺廷川吧？可他怎么可能来这儿买衣服？还是买女人衣服？是姓贺还是何？店长去看就知道了，反正瞧着不好惹的样子。那腰细腿长，那周身的气势，怎么也得是个军官吧？柳三晨出来看了一圈，没看到贺廷川，只看见了云京。这位嫂子怎么了？是我们商场的衣服不合身，还是我们的店员不敬业？云京看着他垂落的袖子，明显断了一只手臂，但并未表现出异样，而把他当作正常人。这位同志态度不好。道歉了吗？赵婷婷心里恨得要死，面上一副卑微的讨好。道歉了，他不接受。柳三晨面色不改，看着长了唇红齿白的云京，不像是胡搅蛮缠的人，怎么还不接受道歉？嫂子为什么不接受？谁规定别人道歉就得接受？嫂子这是故意为难我们。我有吗？嫂子要怎么才接受道歉？我不接受还不行了？若是不想以后不能来买东西，嫂子最好适可而止。老公，他真的是你一个战壕的好兄弟吗？你莫不是认错人了？柳三晨，你小子可以啊，这么对你嫂子说话的。头皮一麻的柳三晨不敢置信的瞪大眼，看向一身补丁衣服的云京。川哥怎么来了？我若是不来，我媳妇以后岂不是来买衣服的资格都没有？川哥，你有孩子了？还有3个多月生。恭喜川哥，没想到这么快孩子都有了。有什么好恭喜的？我这个孩子买个衣服都要看别人脸色，可怜哦。柳三晨想死的心都有了，立马赔笑认错。嫂子见谅，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小弟这就给嫂子赔罪。嫂子今日看中的，全都记在我身上。云京是很乐意让柳三晨大出血的，但还是看向贺廷川。那就多谢了。这位同志怎么称呼？能不能请你帮忙？嫂子叫我元清就行。嫂子喜欢这件对吧？这个布料也不错，纯棉的，穿在身上舒服。那个布料也可以，以后生了孩子还可以做尿布。云京让元清量了5米的尿布。赵婷婷被排除在外，看着殷勤讨好的元清，气得脸都绿了。川哥，嫂子不会真的生我气了吧？你好好和她解释一下，都是误会。要是知道她是嫂子，小弟绝不敢说一句重话。
贺廷川瞥了眼大肆采购的云晶，衣服裤子都拿了，就连贴身的小衣服小裤子都拿了。活该！平时你就是这么对来买衣服的人，你手下这些人都这样没礼貌，狗眼看人低，看穿衣打扮来评判人家。柳三成尴尬不已，忐忑不安。给我川哥道歉。同志，我错了，求你原谅这一次，我下次改。我媳妇接受你道歉了吗？后厨这个月工资，这个月的卫生都由你打扫。若是下个月态度还是没改变，以后不用卖衣服，你直接去打扫卫生就行。是店长，这次我一定悔改。赵婷婷可不愿意干打扫卫生的工作，太不体面。平时卖衣服还被人恭维，偶尔还有人私下加钱买。很快云晶就挑好了一些衣服和布料，还把新衣服给换上了。我挑好了，你要不要买点什么？不要。嫂子，我已经对赵婷婷同志做出惩罚了，你看如何？云晶瞥了眼低眉顺眼的赵婷婷，很是满意。挺好，既然是为人民服务的，就该有服务的态度。真以为卖的衣服了不起，还看不起劳苦大众？嫂子说的是，我谨记教诲。云晶一听就知道他表面敷衍，内心还不知道怎么蛐呢。反正目的已经达到，也不管赵婷婷心里怎么想的了。我觉得袁清同志挺好，待人温和，有耐心。以后我来买衣服就找他，你可得好好培养人家，让他成为你们卖场最佳售货员。嫂子说的是，袁清同志确实优秀，以后就是布料衣服这一块的组长了。袁清没想到云晶一句话让他成为一个小组长，还以为听错了，恍惚了一秒。谢谢店长提拔，也谢谢嫂子，以后我会更尽心服务大众。赵婷婷嫉妒的差点吐血。凭什么呀？袁清怎么能当组长？袁清一个没身份没背景土老帽，他怎么配？售货员仗着自己有铁饭碗就对孕妇动手，被处罚后竟还想着栽赃嫁祸，诬陷云晶是小偷。都怪那个孕妇，要不是她欺人太甚，我也不会被店长扣1个月工资，还看着袁清那个小蹄子成为我们的组长。云晶忙着让柳三成当冤大头，没留意冯倩倩也来逛商场了，恰好走过的冯倩倩放了一个耳朵。这位女同志怎么哭了？是遇到什么事了吗？赵婷婷正委屈，把自己摘出来，全都是云晶胡搅蛮缠的事情经过说了一遍。谁知道她是军官的媳妇，还认识我们店长，害得我无辜被罚，我怎么这么倒霉？冯倩倩心中有了主意，一边宽慰赵婷婷，一边有意无意的说道：你说她啊，我认识，我们一个大院的，乡下来的没什么见识，手脚还不干净，大家都不爱和她玩。你这手表不错，还是上海宝石花手表，我想买都买不着呢。赵婷婷被恭维了几句，两人聊了几句，两人便分开了。赵婷婷目送冯倩倩离开后，看了眼腕上的手表，又看着正试穿衣服的云晶。付钱的时候，柳三成心里肉痛，面上却大方的笑了笑。嫂子还要不要看些别的？不了，今天够柳兄弟破费的，谢谢啦。客气啥？嫂子喜欢就好，下次有需要再来。好，下次换季了再来。我没什么冬衣，到时还要买冬衣呢。店长，我清空库存的时候，发现这些布料染色有问题，怕是不好卖。嫂子若是不嫌弃，这些处理的布料若是喜欢，可以带回去，给未出生的小侄做几身小衣服也是可以的。这怎么好意思？云晶知道这种布料，作为店长的柳三成有权处理，好多售货员把不好的布料拿出去转手卖。柳三成还没说话，赵婷婷已经热情的把布料和云晶买的那些衣服放一起，在他们没留意时，把手表塞云晶破衣服兜里。云晶顾着和柳三成说话，没注意背对着他们的赵婷婷的小动作。赵婷婷做完这一切，紧张心虚的走开了。等等，同志还有什么事吗？贺廷川看出他一脸心虚，察觉异样，二话不说，朝他抱过来的布料走去，当着云晶他们的面检查布料中是不是有什么危险物品。在布料中寻找后，一无所获后，视线又落在云晶换下来的破烂衣服，竟在里面拿出一块宝石花手表。别人不知道，可柳三成知道这是赵婷婷这个月才戴上的，据说花了不少功夫才买到。他们整个人民商场就他手上这一块。哼，为了报复我，竟然用一块手表污蔑我，这是想来的贼喊抓贼，让我丢人吧？这手表不错啊，怎么在我衣服里？赵同志不解释一下吗？赵婷婷，你最好实话实说。赵婷婷饶是她再大胆，面对这么多人审视的目光，还是吓得心惊肉跳。我不知道啊，肯定是放布料的时候不小心掉衣服上的。那可真是好巧，没掉别的衣服上，偏偏掉我的旧衣服上，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我偷手表呢。你说是吧，赵同志？怎么可能？是我自己不小心手表掉了都不知道，多亏了这位同志发现，不然我爸妈知道我弄丢手表，还不知道怎么骂我呢。那可真的小心点，下次不要丢三落四，免得手表掉了都不知道。这次要不是我男人，你这手表怕是丢了都不知道。云晶从贺廷川手里拿过手表，挺漂亮的，我正好缺一个手表。赵同志下次若是放我衣兜里，我可不还了。太不要脸，别人的手表也想贪污，真是大意了。要是没被发现，这个无耻女人肯定会没收。你的手表。赵婷婷生怕云晶不要脸贪污她的手表，立马伸出手，手表被云晶抛了过去，打着她的手指，赵婷婷却没接住，摔在地上。
表面咔嚓一声，玻璃裂了。我的手表，哎呀，你怎么那么不小心？手表被你摔坏了吧？云晶先发制人，把责任全都推赵婷婷身上。他敢拿出手表来污蔑我偷东西，就该承受手表带来的损失。明明是你摔的，你赔我手表。天地良心，我好心捡到你手表还给你，你自己没拿稳摔了，怎么能污蔑人呢？你是姓赖的吧？诬赖的赖。是你就是你，你摔了我手表，你可知道我花了多少钱？工业票多难得，现在摔成这样，你别想抵赖。好说歹说，你是说不听是吧？你说是我摔的，你有证据吗？我看见了，我也看见了，你自己没拿稳，是不是我递给你的？对，我没拿住你就松手了。哦，你没拿住怪我了。你看看赖同志是怎么污蔑人的，自己承认了还要我赔偿，他这样做对吗？赵婷婷，手表摔了怪你自己，别胡说八道污蔑人，这事和我嫂子无关。主任，你们……赵婷婷气哭了，看着不护着她的柳三晨，含泪哭着跑。这人品真不行，小心思太多了，有兄弟可得防着点。这才转业几日，你倒是把我们猎狼团的血性给忘光了，以后别说是猎狼团的人。川哥别这样，我等会就去批评他，让川哥见笑了。贺廷川面无表情，并不买账。我柳三晨生是猎狼团的人，死是猎狼团的鬼。贺廷川依然面若寒冰，眼神毫无波动。我知道川哥是觉得我是一个残废，不配成为猎狼团的人，我都知道，我懂。贺廷川瞥了眼空荡的左袖子，若不是受伤，确实柳三晨不会转业。没嫌弃你，行了，下次有时间再聊。你自己工作上的事情上点心，下次我不希望看见我媳妇被人算计。是，保证完成任务。云晶算是看出来了，贺廷川这人冷归冷，竟然是个吃软不吃硬的。走了，东西到了后说一声。川哥放心，别的帮不上忙，这点小事肯定妥妥的。柳三晨自信拍胸脯，拍着低头看了眼胸前的口袋，从里面掏出一卷钞票和布票。川哥，你怎么把钱塞给我？贺廷川一个眼神，柳三晨识趣的闭了嘴。下次我去找哥喝茶。贺廷川满意的点点头，他媳妇买衣服，怎么还能让兄弟掏钱呢？至于柳三晨，他不是小气的人，若不是家里有个卧床的老母和3个年幼的弟弟妹妹，这钱也不是花不起。云晶察觉有人用敌意的目光盯着自己，回头一看，把来不及躲起来的冯倩倩给看个正着。四目相对，冯倩倩狼狈的别开脸，不敢和他对视。他心虚什么？这一天，穿越而来的云晶又碰上这些老嫂子们。嫂子们这么早出来溜达？哟，贺团长这是去哪了？突然热情的云晶让他们感到意外，但很快被大包小包的贺廷川吸引。哟，这是买了不少衣服啊，瞧着都是女士的，是给你媳妇买的。不是嫂子说你媳妇确实该买一件衣服，你每个月不少工资，该花就得花。就算媳妇不是你愿意娶的，你娶了人家就该好好对她。说着瞥了眼云晶身上的新裙子，差点没认出来。哎呦，不得了啊，这是转性了。以前那个叫花子风怎么变成了比我们还体面的打扮？身上一套，瞧着贺团长手里拿着还有不少布料，这是不要钱吗？嫂子，你这话怎么说的？什么不愿意娶？现在可是新社会，不盲婚哑嫁，我是乐意嫁的。我男人要是不愿意娶，谁还能勉强？孩儿他爹，你当初不愿意娶我吗？说这话时，云晶慢条斯理地抚摸隆起的肚子，眼神那叫一个温柔，但贺廷川能看出来其中的威胁。这意思是你孩子在我手上，说话悠着点。孩子他爸，你说话啊！哎呀，云晶妹子你别说了，人家贺团长从不撒谎，我们都清楚他为人，你不用解释。就是，大家都是一个大院的，谁还不知道谁呀？你呀，能嫁给贺团长就偷着乐吧。可不，你知道多少人想嫁给贺团长，谁让他们没有一个好哥哥呢？云丽叶以死相逼让贺廷川娶他妹妹这事，多少人心碎，恨不得唾云晶一脸。太不要脸了！别人是挟恩所报，他不一样，是挟恩逼嫁。大院的人都看不起云晶，但其实都是嫉妒。毕竟贺廷川这么优秀，竟然娶的不是他们的女儿、侄女或其他女同志。难怪原主会被这群嫉妒到发狂的女人逼得跳湖。要没有我这么强大的心理，想不开也很正常。嫂子们平时就是这么欺负我媳妇的吗？云晶正想开口大骂四方，身边一直没开口的男人却不装哑巴了。一群老嫂子们被吓得愣了一下。咦，贺团长这是什么意思？怎么有种兴师问罪的感觉？肯定是我们感觉出了问题。以前我想着大家都是家属，肯定互帮互助，便把媳妇放心的留在大院。谁知道嫂子们竟然背着我欺负我媳妇！你们欺负我媳妇就是欺负我，嫂子们是觉得我贺廷川好欺负吗？贺团长说笑了，我们怎么会欺负你？我们也没欺负你媳妇啊！不信你问你媳妇。云晶看着老嫂子们若有似无的警告威胁，茶里茶气的开口了。嫂子们对我挺好的，平时也很照顾我。老嫂子们闻言，脸上乐开了花。你看，你媳妇自己说的，我们对她挺好，平时对她很照顾的，哪来的欺负一说？你可别被人骗了。贺廷川则眸光微冷，失望表情没表露出来。也就是说，我乡下来的配不上你，说我哥哥死的值得，
用命给我换了一个好男人。这话一出口，老嫂子们笑不出来了。没想到这个小蹄子竟然单面抖了出来。他们顾不得邓云金，只看着贺庭川捏紧的拳头。贺团长，你可不能打女人。你们就是这样当家属的？你们竟然如此污蔑抹黑烈士！你们可知道云丽叶立了多大的功？你们现在有安稳太平的日子，少不了他一份功劳。现在他牺牲了，你们不敬重就算了，还抹黑他。你们丈夫牺牲那么多，付出那么多的，你们不心疼就算了，竟然如此抹黑污蔑，你们的心还是红的吗？贺庭川怒不可遏，他万万没想到云丽叶会被人背后如此诋毁抹黑。我会把你们对我媳妇说的话告诉你们的男人，他们若是自己的媳妇都教导不好，也不用留在这里，也不配成为保家卫国的人。老嫂子们彻底慌了。贺团长，我们知道错了，我们是鬼迷心窍，胡说八道的，我们以后再也不敢了。我们对你媳妇道歉，对云丽叶烈士道歉。错了就错了，不能就这么算了。今日你们可以羞辱云丽叶烈士，明日你们就能污蔑其他烈士家属，我绝不会允许有人污蔑我的兵。老嫂子们一副天塌了的感觉，瞧着劝不住，只能求助的看向云晶。你快帮忙劝劝贺团长，嫂子求你了。云晶无辜的耸耸肩，阴阳怪气的扎刀子。我这个被逼娶的媳妇没那么大的面子，别找我。现在这么牙尖嘴利，以前怎么就被欺负的屁都不放一个？你们说我是被迫娶的云金，这话是谁说的？为何我这个当事人不知道？我自己的婚姻难道还不能自己做主？云晶眼泪立马冒出来，演技直线飙升。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大家对我这么大的恶意，明明我哥是烈士，还要被人诋毁，而我能嫁给孩儿他爸，肯定是他喜欢我，要不然他怎么可能娶我？你说对吧？孩儿他爸。云晶一口一个喜欢，丝毫不知道害臊两个字怎么写。嘿，不要脸，喜欢个屁！眼泪不要钱似的说来就来，怎么不去唱戏呢？对，我们夫妻感情很好，希望你们不要擅自揣度，破坏我们夫妻感情。对，我们好着呢。云晶抹泪抱着贺庭川的手臂，故意把脑袋靠过去。以后再让我听见你们编排我媳妇，虽然我不打女人，我不介意把你们男人打一顿，谁的男人谁心疼。夫妻俩一前一后的离开，贺庭川不紧不慢地跟在云晶身后，背对了没脸的老嫂子们这次彻底傻眼了。贺团长瞧着不像是被迫的，你还好意思说？要不是你多嘴，我们能被贺团长教训。我可没抹黑烈士亲属，我和云金总共也没说几句话，别赖我。谁都不愿意背锅，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回到家，贺庭川倒了一茶缸水给云晶。以后在外人面前不要搂胳膊靠肩膀。为什么？你不喜欢？贺庭川耳朵不争气的红了。影响不好。我们是夫妻，这儿是军属大院，要注意形象。行吧，是不是在家里就可以抱胳膊靠肩膀？贺庭川耳朵快滴血了，用犀利的目光审视的看着云晶。我问你，你哥屁股上的胎记在左边还是右边？这人可真是玩的就是心跳啊！云晶知道自己一不小心暴露本性了，主要是原主那个逆来顺受、沉闷寡言的性格是他装不出来的。我哥屁股上有胎记吗？我怎么不知道？贺庭川一颗扑通的心落下，暗暗松了口气。没问题，他不是间谍。你哥屁股上没胎记，是我记错了。我就说嘛，我哥屁股上怎么可能有胎记？又不是你屁股上那颗痣，我可没告诉任何人。贺庭川的脸刷的一下爆红了。你别乱说。我不说，你屁股上才没有一颗小痣呢。贺庭川总算知道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不敢再面对云晶，找了一个借口出门。你去哪呀？你走了谁给我洗衣服啊？才买的内衣内裤，要洗洗才能穿。贺庭川被内衣内裤4个字暴击。你让我洗？我是孕妇耶，不能干重活，你不给我洗，谁给我洗呀？你不是我男人吗？给自家媳妇洗衣服不是天经地义？再说了，你都娶我了，洗点衣服怎么了？云晶试探他是不是真的吃软不吃硬。孩儿他爸辛苦了，等我生了以后，我也给你洗衣服啊。贺庭川看看他的大肚子，再看看他水灵灵的大眼睛，冲着你甜甜一笑，竟然不知道如何拒绝。以后不许说什么喜欢不喜欢的。好，只要你洗衣服，啥都好说。贺庭川把拎回来的衣服裤子还有那一包内衣内裤看一眼，仿佛被烫了一样，耳朵又热了，一股脑全部塞盆里，拿了肥皂便出门了。云晶一看贺庭川把衣服都拿走了，贺庭川确实是吃软不吃硬，崽呀，你放心，有我在，肯定让你平安出生。贺庭川还是第一次给女人洗贴身的衣服，耳朵红红的，胡乱搓洗几下，还不忘看看洗衣池这边有没有其他人，若是有人，他肯定不敢当着别人的面洗。正想着，听见有人说话声，手脚麻利的把小裤裤塞在洗衣盆最下面，饶是如此，还是被眼尖嫂子看见了。老嫂子目瞪口呆，不敢置信的看着搓洗小裤裤的男人，竟然是军属大院最受欢迎的贺庭川。我一定是没午睡好，才会产生幻觉。贺团长怎么可能去增将贵给女人洗小裤裤？贺团长来洗衣服啊，你媳妇呢？
她在午睡。见他们当着他的面录笔，贺廷川算是看出来了，大院的嫂子们对他媳妇意见不少。她怀孕了，身子笨重，多休息对身体好。我心疼她，让她多休息一会儿。嫂子们觉得我做的对吗？贺团长真是心疼媳妇，怀个孕而已，我怀孕的时候还下地干活呢。贺团长媳妇真是有福气，我怀孕的时候每天都要洗全家7、8口人衣服，也不觉得累。可不，我怀孕的时候还下地挣工分呢。都是乡下来的，贺团长的媳妇就是会来事。他们阴阳怪气的内涵云京，他们没享受到的待遇，竟然让云京享受到了。她真是走了狗屎运，才嫁给会心疼人的贺团长。云京嫁得好，多亏了她有个好哥哥。贺廷川听出他们话里话外嫌弃鄙夷的意思。那是你们男人没本事，自己媳妇怀孕那么受累也不心疼。你们是人，又不是老黄牛。老黄牛老嫂子们扎心了，他们平时和自家男人吵嘴的时候，就是说他们是老黄牛累不死。我自己的媳妇我自己疼，不劳嫂子们费心。说完就抱着洗衣盆，仿佛抱着勋功章似的，步履沉稳，那叫一个自豪走开了。不是吧？他贺廷川抱着洗衣盆招摇过市，和恰好从商场回来的冯倩倩打了一个照面。冯倩倩立马理了理乱了的头发，抿了抿唇。贺团长洗衣服啦！贺廷川脚步不停，仿佛没听见他和自己说话，步子迈得更大。这位女同志不检点，自家媳妇说的没错，她人品有问题。长腿一迈，几步拉开距离，头也不回地朝他自己家走去。冯倩倩瞧着快步离去的贺廷川，气笑了。行，你现在对我爱答不理，以后让我求着疼你。这天，从未排班休息的几个团长、营长们结伴同行，从训练场回来，就看见面无表情、一身挺拔的贺廷川站在树下。等10分钟后，他们脸上那点好奇一扫而光，面上阴沉，眼神含着浓浓的怒气，一个个咬牙切齿，捏着拳头各回家。各自的媳妇在家做好男人们爱吃的菜。当家的回来了，饭菜都做好了，你抬头一看，却是男人脸上阴沉的神色。莫不是贺团长真的告状了？不是吧？他一个大男人怎么嘴碎呢？看着心虚讨好的女人，又想到贺廷川说的侮辱烈士，羞辱烈士亲属，嫂子们可真是好样的。若是我一封信写上去，你们说上面会如何惩罚？别人不知道一封信带来的影响，他们知道。你是好日子过多了，脑子被门夹了，是觉得你男人过得太好了是吗？你若是不想过，可以离婚，只求你别害人。谁给你们胆子侮辱烈士，羞辱烈士亲属？你可知道犯了多大的错误？眼看着就要评级了，你竟然搞这出，这个家有你，这日子没法过了。老子怎么那么倒霉，娶了你这个搅家精？滚滚滚，收拾东西滚回老家去，别给老子敬天使。云京看着贺廷川提了饭回来，吸了吸鼻子，似乎闻到了肉香味。你儿子饿了。你怎么知道是儿子？若是女儿呢？怎么是女儿你就打算不要啊？我可没说，是你一口一个儿子。若是怀的是女儿，你就不怕她听见了会不高兴？我这不是为了迷惑你，我才不重男轻女呢。云金，我们家没有重男轻女的传统，你最好也不要学那些迂腐的思想。是儿是女都是我贺廷川的小孩，你得一视同仁。果然是男主人设啊！我才不会重男轻女，我们宝宝才不会生气呢，对吧，好宝宝？不管你是男宝宝还是女宝宝，妈妈都爱你。贺廷川不和他一般见识，打开还热乎的饭盒。哇，今晚吃红烧排骨啊？你怎么知道我想吃吗？贺团长也太贴心了吧！云金拿着筷子快准狠地夹了一块红烧排骨，还没吃到嘴里，却被晦气的哭声打断。看着晦气而来的老嫂子，云金差点没认出来。老嫂子这是……天哪，嫂子挨打了！云金毫不掩饰的幸灾乐祸，挨打的老嫂子面露尴尬。还好意思说，要不是你，我也不会挨打。搅屎棍、祸害、扫把星！哼，你这是自找的，欺负别人的时候可没什么好脸。要不是我穿书，原主已经是一尸两命。嫂子别怕，咱们作为女人，不能被打了不吭声。你快说来听听，到底怎么回事？好端端的怎么能打你呢？打人也不能打脸啊，大哥这也太不讲究了吧！说来让你们看笑话，是他自己不小心摔的，不是我。我这人从不动手。这摔的位置够刁钻的。打人不行，打媳妇更不行。王营长回去好好反省，你的拳头应该挥向敌人，而不是老弱妇女。自家媳妇。贺团长说的是，我改，以后一定改。今日是带他来道歉的，还愣着做什么？快道歉啊！被吼了一句的王嫂子瑟缩一下，讨好陪笑的对云金露出忏悔的表情，压下内心的恶意。原谅嫂子这一次，都怪嫂子多嘴多舌，不该说那些话，以后再也不多嘴。王嫂子倒是下得了手，啪啪打嘴，很快嘴巴被打红了。行了，这事就这么算了。若是以后再听见侮辱我大哥的话，还有说我和丈夫感情不和，区我就不是打几下嘴巴这么简单。我云金不是软柿子，谁都能捏。若是惹了我，大不了大家都别想过好日子。说这话时，眼中的狠意把王嫂子吓一跳。看走眼了，这个看着好欺负的乡下女人，竟然这么不好惹。云金第二块排骨刚塞嘴里，
就看见拎着麦乳精来的李嫂子两口子，嫂子眼睛红红的，显然是狠狠的哭过，和王嫂子一样道歉认错，好话一箩筐。嫂子以后再也不胡说八道，以后有什么用得上的直接开口，嫂子绝无怨言，只求你们息怒，不要把这事闹大。你是孕妇，要补一补，每天喝1杯，生个大胖小子。云晶大度的点点头，半真半假的笑。这可是嫂子说的，到时候生了孩子，麻烦嫂子帮忙伺候一下月子。我只是客气客气，你怎么还当真？送上门的牛马不用白不用，到时候孩子生了不可能靠我自己吧？瞧着贺庭川也不是会伺候月子的人。看出他的不乐意，云晶故意说道：嫂子的诚意只有这么一点吗？李嫂子骑虎难下，还没开口答应，李团长大气答应了。你嫂子有经验，生了好几个孩子，肯定能伺候来，弟妹就放心吧。哎，有李大哥这句话，我和男人就放心了，正愁找不到帮忙照顾月子的呢。愉快的敲定照顾月子的人，云晶心里放下一个大石头。李团长也不好意思耽误人家吃饭，寒暄几句便回家了。因为云晶一句李大哥，李团长心情大好，回去还喝了2口。自家媳妇吐槽2句不乐意侍候月子，他只来了一句：不想侍候你回老家去，以后不要来大院，我丢不起这个人。李嫂子差点气哭。我肯定把人伺候好，老天奶没天理，我月子都是自己做的，谁伺候了？现在要去伺候别人。我怎么这么命苦？云晶才不在意李嫂子心里的委屈难受，欺负原主的时候怎么不想想后果？以为总算可以安心吃了，却不想有人还盯上了他的排骨。哎呀，这真是来得不巧了，打扰你们吃晚饭了。田嫂子酷爱占便宜，看着饭盒的红烧排骨，眼睛都亮了。这伙食可以呀，谁说我们贺团长不心疼媳妇？我第一个不依。原来田嫂子知道啊，我怎么听见你和别人背后蛐蛐我，说我男人压根不愿意娶我，都是被逼的。啊，这我没说呀。要不让李嫂子和王嫂子他们过来对峙。嫂子这不也是听别人说的，都怪别人乱说，误导了我。谁说的？嫂子告诉我，放心，我不会说是你说的，哪有什么别人，我看就是你自己。见他较真，田嫂子不敢找背黑锅的，立马变了态度。都是嫂子口无遮拦，以后嫂子好好的管住这张嘴，再不胡说八道，不敢背后蛐蛐人。我倒是可以原谅嫂子，我哥那边怕是不答应，一看就知道不老实，道歉就道歉，还甩锅，哼！田嫂子的男人轻咳一声，他现在到了关键时候，若是被他连累不能平级，还不知道如何收场。是我对不起你大哥，求你大哥原谅，立业烈士啊，原谅大嫂这次吧，嫂子知道错了，你放心，嫂子以后多照顾你妹妹，算是赎罪，你看可好？说完看云晶还是面无表情，心下一沉，这个臭丫头也太难哄了吧！哼，听说田嫂子缝纫技术好，我这不是要生了，买了些布料给孩子做衣服，你要代替我哥照顾我，那就从帮我孩子做小衣服开始吧。啊，不愿意呀？不就是孩子的衣服，嫂子会做，还可以趁机私吞一点布料。布料都算好了，能做多少衣服，尿布都是有数的，嫂子可得注意点，若是做坏了要赔的。算计失败的田嫂子脸上那叫一个尴尬。放心，嫂子会注意。不能在布料上占便宜的田嫂子，把目光放在红烧排骨上。这红烧排骨瞧着就好吃，家里2个孩子一直哭闹着要吃红烧排骨，我每次去食堂都没能赶上，可把孩子馋哭了。云晶一下就明白田嫂子的心思，这是想吃她的排骨了。贺庭川也听出来了，虽然面上没表露，心里已经不高兴。孩子想吃怎么能委屈了他们？云晶还未说完，就看见田嫂子已经上手了。还是弟妹大气，我代替2个馋嘴孩子谢谢您呢。谢我做什么？你孩子嘴馋关我什么事？我孩子还没吃饱呢，想吃自己买。我还以为你这是让我带回去给孩子吃呢。他们又不是我生的，我凭什么给？我的孩子在这儿呢，要不田嫂子下次给我孩子也买2根排骨解解馋。已经答应免费做衣服的田嫂子溜了。第2日一早，贺庭川知道云晶饿得快，早早的去食堂打早餐，回来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朝着人工湖那边走去。眼看着他站在人工湖边单薄瘦弱的身影，似乎要跳下去时，贺庭川再也忍不住了，抓着瘦弱的肩膀把人拉了回去。云晶，你昨天怎么答应我的？云晶面容呆滞，仿佛被抽了灵魂一般，面无表情的人身体一软，直接软倒。贺庭川眼疾手快，立马把人捞起来，立刻抱着昏死过去的云晶往卫生院跑去。不少人看热闹，好奇发生什么事。冯倩倩恰好在场，面上一喜，差点兴奋地跳起来。来了，难道今天才是云晶的死期？太好了，就说嘛，老天爷都让我重生了，怎么可能那么倒霉？上辈子她就是怀孕6个月的时候出事的，一尸2命，她果然该死啊！意识到有人盯着她看，冯倩倩立马装出一副很担忧云晶的样子。她好好的怎么那么想不开啊？她还怀着孕呢，孩子是无辜的。冯教导员这是什么意思？
贺团长的媳妇没了。天哪，一尸两命！不可能，昨天他家热闹着呢，怎么可能出事？大家七嘴八舌，自由发挥，以讹传讹，很快脑补出一场云鲸跳湖一尸两命的悲惨经历。此时送去卫生院的云鲸惊动了卫生院的院长，立马过来查看情况。怎么回事？快给他看看。第一次看见他露出这种惶恐害怕神色，老院长还以为自己看错了，给云鲸检查一番，又听了听心跳声。一大早的不好好训练，跑来医院消遣我们，是觉得我们太闲了吗？让您看他的病，您说这些做什么？你媳妇好着呢，除了营养不良、羊水有点不足之外，其他没什么大碍，回去好好给她补一补。她都昏了，你没看见？你媳妇瞌睡大，只是睡着了。睡着了？贺廷川怀疑自己听错了。醒醒，快醒醒，起来吃红烧肉了。原本睡得香香的云鲸被人打扰，有点不高兴，但听说吃红烧肉，立马睁大了双眼。吃？我怎么在医院？贺廷川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在老院长笑话他的时候，示意老院长一边说话，把云鲸奇怪的情况一说。你媳妇这怕是有点梦游症状，现在怀孕也没法治疗，你平时多留意一点，她梦游自己是不知道的。原来是梦游，还以为她又想不开了，虚惊一场。瞧着你也不是不在乎你媳妇，她现在是孕妇，身体太弱了，得好好补一补。不只是她，肚子里那个也是。被丢下的云鲸正好奇怎么给睡卫生院来了，就听见外面不少人说话，好奇地凑过去一听，人还活着吗？救回来了嘛？听说是跳湖的，一尸两命。他这样，以后我们怎么敢去湖边玩啊？这是有多想不开呀，竟然去跳湖！啧，听说怪年轻的，还是团长媳妇，但好虔诚，有什么过不去的坎？要不是云鲸还活生生的，好端端的在这，云鲸都要以为他们议论的是自己。听说好像是贺团长的媳妇。怎么吃瓜还吃到自己身上？贺团长年纪轻轻成了官夫，也太惨了吧！我老家有个妹妹，今年18，不介意嫁二婚，可以介绍给贺团长。我侄女也没结婚，配贺团长刚好。未婚的一个女同志扭捏羞涩，面红耳赤，支支吾吾。我也不介意二婚，我觉得贺团长挺好的。你们口中那个贺团长，不会是贺廷川贺团长吧？几个人连连点头，看向挺着大肚子的云鲸，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漂亮极了。不巧，你们说的那个贺团长就是我丈夫，我怎么不知道我没了？你是贺团长媳妇？你没意识到什么？老嫂子识趣的闭了嘴。你们从哪听来的消息说我死了，一尸两命？要是不说清楚，我会让你们知道后果。王嫂子、李嫂子、田嫂子他们的事情都听说了吧？怎么能没听说？昨晚那么大的动静，听说被男人打得鼻青脸肿，这会儿都不敢出门。他们没想到这么倒霉，背后区人家被抓了一个正着。面对云鲸不好惹的眼神，一个个老实交代。我们都是听别人说的，说你跳人工湖。放屁！我只是起太早晕了，多休息休息就没事。也不知道哪个缺德生儿子没屁眼的造谣我，是你们对吧？老嫂子们纷纷摇头。是那个冯教导员，是他说的。冯倩倩就知道和他脱不了干系，怕是巴不得我一尸两命。这时贺廷川也从院长办公室出来。走吧，回家。我怎么会在医院啊？听说冯倩倩在谣传我跳人工湖，一尸两命，可把我吓坏了。我明明睡着了呀。他这么说你？我明明好好的，他怎么能造谣我遇害呢？吓坏宝宝了。走，我们去找他。好啊。贺廷川，你慢一点。很快两人走到了大院活动广场，不少人聚集在这儿，大家聊得热火朝天。贺团长媳妇怎么那么想不开啊？可惜了。不过贺团长还年轻，以后可以再娶。就是肚子里那个孩子可怜，有6个月了吧，都成型了。对。云鲸安抚地摸了摸大肚子。真是谢谢你们这么同情可怜我。等贺团长缓过来，我把娘家小姨子介绍给贺团长。我家小姨子长得还行，人也勤快。话还没说完，肩膀被人按着，回头一看，对上贺廷川恐怖阴沉的脸。孙营长好像很关心我的婚姻大事。贺团长，还有我呢？你要把小姨子介绍给我男人，你经过我的同意了吗？孙营长看着云鲸的脸，心惊肉跳，脸色大变，吓得后退。你不是已经什么？我媳妇活得好好的，竟然被你们说成一尸两命，你们存着什么心思？老子告诉你们，就算全世界的女同志都结婚了，我也不会娶你小姨子。你那么喜欢，你怎么不娶了啊？孙营长被揍得鼻青脸肿，毫无还手的能力。那是小姨子，我怎么能娶？和你老婆离婚不就行了？反正你那么喜欢和别人做媒，怎么能委屈自己？在场人差点笑出声。他敢！倒霉玩意，你添什么乱啊？冯倩倩在后面看着活生生的云鲸，还有为他出头的贺廷川，不敢置信。他怎么还没死？空欢喜一场的冯倩倩气得浑身发抖，眼睛都气红了。就在这时，云鲸突然看过来，
冯倩倩脚底生寒，下意识就要逃走，却被老嫂子给围住了。虞姬，你要做什么？你说呢？冯倩倩瞳孔微缩，看向贺廷川那边呼救。救命啊！杀人了！贺团长的媳妇欺负弱小了。叫啊，继续叫啊！我就算嘎了你，也是你自找的。我和孩子得罪你了吗？这么恶毒的诅咒我们，我跳人工湖对吧？救命！我一尸两命吗？云晶一拳头狠狠地揍冯倩倩小腹上，疼得她花容失色，露出痛苦面具。冯倩倩疼得死去活来，不甘心就这么被狠狠地欺负，眼神怨毒地盯着云晶的大肚子。在云晶靠近时，冯倩倩突然跳起来，朝大肚子蹬了过去。在场的人看着冯倩倩的举动，吓得差点忘记呼吸，不少老嫂子吓得惨叫出声。贺廷川更是瞳孔微缩，想救人已经来不及。闪开！哟，蹬空了。云晶早就防备着冯倩倩这个心思歹毒的女人，灵活地避开了。冯倩倩蹬了一个空，不敢置信地看着身手敏捷的云晶。你下一刻，冯倩倩吃痛，腿被生生地踢断了。贺团长，我的腿！贺廷川眸光嗜血，脖颈青筋突起，怒目圆瞪，大力掐着冯倩倩的脖子，把人提起来。冯倩倩，你有什么尽管冲着我来，若是再让我看见你对我媳妇出手，老子拼了这条命不要，也不会让你伤害他们。云晶被贺廷川暴怒的模样吓得不敢动，脑瓜子嗡嗡地看着眼前的一幕。冯倩倩被贺廷川眼中的杀意吓得呼吸急促，心脏紧缩。上辈子云晶那个贱人不就是一尸两命？我不过是顺应云晶的命运，怎么就成了该死的罪人？其他人被贺廷川吓一跳，眼看着冯倩倩被掐脖子翻白眼，才意识到要出事，七手八脚的就要救人。贺团长松手！贺团长别冲动啊！贺团长想想你的前途，你媳妇。贺团长，云晶凑上去抓着贺廷川的手臂，你会掐死他的。贺廷川，快松手！我和孩子都没事，我们好好的，你别做傻事。见他情绪失控，云晶慌了，大叫他的名字：贺廷川，贺廷川！叫破喉咙都没用，让云晶心下慌乱，只能病急乱投医。孩子他爸，你不要和我孩子了吗？话音刚落，贺廷川才恢复理智，松了手，留了冯倩倩一口气。算了，为了一个不要脸的女人赔上你的前途不值得。我们走，以后离她远远的。只要我活着，她龌龊的心思绝不会如愿。第一次见到上赶着想要嫁给我男人的女人，冯倩倩，你要不要脸？冯倩倩，不想死，以后别出现在我面前。冯倩倩无力反击，她知道今天输得彻底。贺廷川厌恶的恨不得杀了自己，他还怎么可能会娶自己？愤怒交加之下，冯倩倩身子一歪，昏死过去。还愣着做什么？送卫生院去呀！总不能让人死在家属院吧？被提醒的吃瓜群众这才七手八脚的背着人去卫生院。贺廷川瞪了云晶一眼，大不留心的回家。回家看到贺廷川的黑脸，云晶识趣的不打扰他生闷气，自食其力的翻箱倒柜的找东西，弄得噼里啪啦的。你能不能安静点？你女儿饿了。贺廷川瞥了眼他的大肚子，我去给女儿弄点吃的，你在家好好反省，你今日做错了什么？我有吗？贺廷川回头瞪他，云晶秒怂。我反省，必须深刻反省。贺廷川冷哼一声，大步离开。这个点食堂已经收摊子没吃的了，只能去国营饭店买。买好早饭后快步回家，在楼下却遇到一脸阴沉的政委。贺廷川，到，过来。贺廷川想着家里嗷嗷待哺的女人，提出要求。政委，能不能让我回去一趟？我媳妇还没吃早饭。只有你有媳妇，别人就没有是不是？给你3分钟，若是超时，多写10份检讨。贺廷川一阵龙卷风似的跑了，回家却没见云晶，隐约听见云晶的笑声。贺廷川好奇的找过去，就见他已经在隔壁的高团长家里吃上了。嫂子的酸菜饺子味道绝绝子，太开胃了，我这种没胃口的都能一口气吃一大碗。嫂子手艺是这个。高嫂子十分受用，明明吃了大亏，还一副占了大便宜的样子。下次若是饿了，若是我们家饭好了，你直接来就行。你就是我亲嫂子，以后我肯定来。一向小气的高嫂子想着3个饺子肯定吃不饱，咬咬牙就打算把留着中午吃的酸菜饺子再给云晶2个。就看见神色微妙站在门口的贺廷川，总算回来了，再不回来我又要亏2个饺子。贺团长回来了，你媳妇在我家吃饺子呢。给嫂子添麻烦了，包子买的有点多，嫂子不介意尝尝我买的包子味道如何？说着拿了2个拳头大的包子，一看皮薄馅大，透油大包子。高嫂子小气归小气，却不是占便宜的。几个饺子而已，包子就不用了，你们留着自己吃。贺廷川肯定不要，高嫂子又不好意思。高嫂子要是不收下，下次我要是饿了，都不好意来吃你家的饭。云晶则跟着贺廷川道谢后便回家了。你先吃着，我出去一趟。怎么了？贺廷川脚步一顿，却什么都没告诉他。没什么，有什么事吃饱再说，别饿着自己。云晶听着他关心的话，不知为何心头一热。政委瞧着超时3秒的贺廷川，写3000字检讨，1字都不能少。云晶站在门口，看着何政委一前一后离去的身影，大概猜到了是和冯倩倩的事有关。贺廷川到了政委办公室，政委语气平和：知道叫你来为了什么事？
若是冯教导员那时，属下没错。你还说没错？你是军人，不是刽子手，你的狠劲应该用在战场上，而不是我们的同志还是女同志身上。他自找的。贺庭川，你可知冯倩倩骨裂不说，脖子遭受重创，若是伤了声带，你赔得起吗？贺庭川，这次的事情，上级领导都对你表示失望，从今天开始关禁闭10日，上次任务奖励取消，1年内不得升级。服从上级惩罚，若有下次。话还没说完，政委一个搪瓷杯盖子砸过去，不想听他插肺管子的话。原本有机会今年往上提一提，现在好了，一手好牌被打得稀烂。政委被气得不轻，看着他就来气，滚滚滚，别来碍眼。贺庭川关禁闭的消息是李爱国告诉云京的，他受了贺庭川叮嘱，送粮票和钱过来，是贺庭川这个月的工资。上面的领导很生气，川哥又不服软，所以惩罚有点严重。不过嫂子别慌，会有人送吃的喝的，就是不能离开而已。云京没想到揍了一下冯倩倩，后果这么严重，贺庭川都要被关禁闭。想到他关禁闭无聊，云京拜托李爱国带了一张纸条过去。李爱国看着折叠成一个千纸鹤的纸条，屁颠屁颠去传话。川哥我来了，嫂子一听你关禁闭，急得不行，生怕你在这儿受委屈，差点挺着大肚子来看望。听闻家属不能来，一脸失望的。李爱国是会传话的，要是云京在这儿，都要怀疑李爱国说的是不是别人。钱和票给他了吗？给了，嫂子说让你不用担心他，他会照顾好自己。团里的事情你看着点，若是我出去后你退步了，等着吧，我会让你们知道后果。李爱国头皮一麻，差点溜了，又想到口袋里的千纸鹤，给，拿走。是嫂子给的。话音未落，手里的千纸鹤早就到了贺庭川手里。我一个大男人用这个做什么？这可不是普通的千纸鹤，是嫂子对川哥一片牵肠挂肚呢。贺庭川鸡皮疙瘩差点掉了一地，一个冷眼让李爱国有多远滚多远。等李爱国离开，这才迫不及待，又小心翼翼地拆开千纸鹤，似乎怕拆坏了。拆开后，纸条上潦草地写了5个字：冲动是魔鬼。这女人她可真行。贺庭川关禁闭的时候也没闲着，每天都要体能锻炼，还会学习写检讨。每次李爱国给他送饭，都要带来云京的一些消息。原以为他寝食难安，谁知道他胃口似乎挺不错，其实就是在背后蛐蛐云京的老嫂子家吃吃喝喝。嫂子在大院人缘超好，老嫂子们都对她照顾有加，有什么好吃便叫她过去吃饭，偶尔也会去食堂吃。瞧着是会照顾自己的。贺庭川总觉得这话水分很大。他不是说那些老嫂子欺负人吗？会给他做好吃的。贺庭川不知道的是，云京秉持着只要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的原则。谁家饭菜香香，他拿着米面、蔬菜什么的，偶尔也会带上2两肉上门。原本云京是不想去蹭饭的，这不是自从贺庭川被关禁闭后，大院又是一顿八卦，大家都说贺庭川太傻，一时冲动犯下严重错误，还有人背后蛐蛐云京是扫把星。恰好被云京听见了，等着李嫂子菜上桌的时候，自带碗筷，一副女主人的样子。都吃啊，看着我做什么。今天的白灼菜心、鸡蛋菜脯味道不错，要是有条鱼就更好了。对，你怎么在我家吃饭？不是李嫂子说我害得我男人被关禁闭，以后日子怎么过吗？李嫂子脸色一阵红一阵白，尴尬的。嫂子这么关心我，还担心我日子不好过，我这不就来李嫂子家吃饭了，免得李嫂子担心我饿着。对上他们无语的表情，云京热情招呼：都吃啊，你们不吃我就多吃点，这个鸡蛋煎的不错，下次多放2个鸡蛋。云京还挑上了。李嫂子和男人对视一眼，抹不开面子感人。贺庭川被关禁闭的这10天，云京肚子大了不说，瘦削的下巴也长了一些肉。唯一让云京发愁的就是每天早上都要被迫的按照书中的设定走一次剧情，往人工湖跳。这次若不是李爱国抓着他已经跳下去了。恢复意识后，一阵后怕让云京惊恐不已。你怎么在这儿？是贺团长让我这个时间守在这儿的，说是你有梦游症，会乱跑，他被关禁闭不能守着嫂子，便让我来守着。嫂子，你怎么会梦游的？这病能治吗？原来是误会成梦游症，也好，免得我还挖空心思解释为什么自己会莫名其妙不想活了。可能能治好，也可能治不好，等以后去大医院看看再说。那可得早点看好，嫂子这个梦游太危险，方才要不是我拉着，嫂子差点跳下去了。这个人工湖挺深的。今日多亏了你，等你贺团长出来后，让他请你吃饭。这话说的好像人进去了似的。是禁闭结束后。行，到时候尝尝嫂子的手艺。以后你每天都会盯着我吗？对，川哥是这么说的，让我盯着嫂子，直到她出来。这段时间嫂子放心，有我跟着，若是发现不对劲，便叫住你。嫂子，梦游的时候，你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吗？有李爱国守着，云京松了口气，心里的恐惧还是无法消除。不会以后都这样吧？这样提心吊胆的活着有什么意思？神了，救救孩子吧！这天云京还在午睡，就听到高嫂子在外面的敲门声。贺家嫂子在吗？政委来了。睡眼惺忪的打开门，门口站着高嫂子和没什么架子的中年男人。
云晶知道他就是高嫂子口中的政委，那个把贺廷川带去关禁闭的人。云晶笑着打招呼，邀请他们进屋坐。不用那么客气，我来就是想和你说一说那个冯倩倩受伤的事情。她那边无人照顾，现在腿脚不便，说是贺团长打了她，除了医药费之外，还要你们去照顾她生活起居。不去。若是不去，她继续闹腾，贺团长那边怕是会很麻烦。云晶本想说不在乎，塑料夫妻，但一想到人家是为了他出头才动手的，也不能不管人家是不是。政委的意思是让我男人去照顾。冯倩倩真不要脸，没了勾搭上贺廷川，竟然提出这样的要求。她是女同志，贺团长怎么好照顾？肯定不是她。说这话时，目光看着云晶，意有所指。我吗？对，我一个孕妇，我照顾她，我还需要人照顾呢。高嫂子想想也是，以前不觉得，这几日相处发现，眼前这位是真的干啥啥不行，吃饭第一名。让我一个孕妇去照顾，真行。云晶一开口，政委老尴尬了，瞥了眼她的大肚子，想想也是她一个孕妇，确实不方便照顾人。不如这样，你找个人代替你。不用，省得麻烦别人，我可以的。只要冯倩倩没意见，我就没意见。人家可是指明要你去照顾呢，能有什么意见？心软的高嫂子于心不忍，主动当冤大头。要不我代替你去，你怀着孕呢。谢谢嫂子，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怎么能让你代替呢？我去，必须我去，免得人家借题发挥，给我爱人小鞋穿。政委欣赏地看了云晶一眼，不是说贺廷川的妻子胆小怕事，乡下姑娘配不上贺廷川吗？我看着好着呢，这妥妥的贤妻呀！果然谣言不可信。送走政委后和高嫂子后，云晶便收拾去医院找冯倩倩去了。到了医院，冯倩倩的病房，她腿骨裂，需要打石膏，行动不便的她只能躺在床上，想着等云晶来了怎么颐指气使。让云晶给我当牛做马，比护工还护工。正想着，就看见门口出现的人，仿佛整个人透着一抹光，配上她的大肚子，带着母性的光芒。以前没留意，今日一看，眼前这个该死的女人，竟然有点好看。哟，都打上石膏了，瞧着很严重啊，难怪不做人，让我这个孕妇来照顾你。你活该，谁让你教唆你男人踢伤我的？一想到贺廷川凶狠暴力的样子，他一阵阵后怕，又瞧着气色不错，一脸看热闹的云晶，冯倩倩故意羞辱人。我想上厕所，我想上厕所，你把我的尿桶拿来接着。冯倩倩，你认真的？不然让你来做什么？我现在动不了，需要人照顾，你就是来照顾我的，还是免费的。云晶气笑了，对上他颐指气使的小表情，拿着尿盆放在床下面，这是专门为行动不便人定制的病床，方便拉撒。云晶才放好，冯倩倩又指使裤子。云晶没拒绝，掀开盖在冯倩倩身上的被子，哗啦一下把她裤子给脱了，遮羞的帘子不拉，门不关，吓得冯倩倩尖叫。你疯了，关门关门，快把帘子拉上啊！关门。哈，虞姬，你别装傻充愣，反正又不是我的身体，别人爱看就看，我无所谓。冯倩倩气得脸都绿了，咬牙切齿的威胁。你是不想和廷川好了？云晶瞪了冯倩倩一眼，把门一关，回头便对上冯倩倩小人得志的笑容。云晶翻了一个白眼，拉了一把椅子坐在病床不远的地方，看着冯倩倩。你出去。被人这样盯着，她怎么上得出来？不是你让我来照顾的，这点就受不了啊。冯倩倩噎了一下，对上云晶挑衅的目光也豁出去了。很快传出断断续续的水声，冯倩倩不好意思，脸都红了。尿频、尿急、尿不尽，你怕是有病吧？要不要让医生开点药治一治？刺激的冯倩倩一鼓作气，拉了一泡大的。不好意思啊，我以为只有小的，谁知道。云晶被恶心到了，她用手绢捂着口鼻，却还是熏得她脸色难看，直接干呕。呆呀，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拉的？大家都一样，你也别做这个鬼样子，快端去倒了，免得熏着别人。哼，还想让我端屎端尿，你是会做梦的。看什么看？你来不就是来给我端屎端尿的？行，这可是你说的，可别后悔。我有什么好后悔的？我是享受的那个。快点，你是嫌弃不够臭吗？还是你这个乡下来的，习惯了这个臭味，无所谓。云晶忍着恶心，端着冯倩倩的排泄物，故意手不稳，摇摇晃晃的看着要掉的样子。快端走端走，你是傻子吗？一点事都做不好，要是泼我身上。下一刻，屎盆子扣冯倩倩胸前，听见动静的医护人员立马过来查看，那股子屎臭味让在场的人都干哕。云晶被臭的眼泪都出来了，冯倩倩浑身发抖，看着身上的排泄物，想死的心都有了。虞姬，你给我滚过来处理了。云晶才不会收拾烂摊子，看着崩溃绝望的冯倩倩，她内心蹦迪，面上却一副委屈可怜的模样。我肚子好像有点疼，怕是动了胎气。医生看着云晶的肚子，立马把她叫过去做个听诊，其他人也找了一个理由走开。至于一身臭味熏天的冯倩倩，崩溃的根本受不了，在病房嗷嗷哭，自己还动不了，只能一个劲儿的骂云晶是故意的，说还要告诉政委。等政委赶来的时候，病房还有一股子臭味，冯倩倩指望不上云晶，最后是自己花了5块钱
找了个不怕脏的女同志收拾了一下自己。至于云晶，已经在另一边办了一个病床，坐在床上和其他病友们一起嗑瓜子、吃花生，听他们说八卦。只要他说肚子不舒服，医生也不会说什么。一看见政委，冯倩倩那叫一个竹筒倒豆子，噼里啪啦的一顿告状上眼药。她一个孕妇能来陪着就行了，你怎么还让她干那脏活？冯倩倩没想到这个时候他们还护着云晶。他不是来照顾我的吗？我现在不能动是被谁打的，他们就这么对待被打的人？算了，他不乐意伺候也没关系，大不了我找上面的领导告状，就不信不能让伤人者付出代价。政委头疼，只能安抚几句。你好好休息，我去说说那个云金，怎么能笨手笨脚的，一点事都干不好，太不像话了。冯倩倩看着政委离去的背影，暗爽不已。她倒是想看看云金还能如何嚣张。嫌弃冯倩倩那个病房太臭，云金选了一个离得远远的病房听八卦，嗑瓜子嘴巴都嗑干了，准备去打点热水，就看见走来的政委察言观色，瞧着不像是兴师问罪的，暗暗松了口气。听说你不舒服也在医院住着，给你买了点苹果、香蕉，没事多吃点水果，听闻对身体好。破费了，这怎么好意思呢？云金早就看见政委手上的网兜，这个年代的水果那叫一个稀罕。虽然嘴上说着破费，手上可一点都没客气，生怕政委后悔似的，一把接过去。说好了要来教训云金的政委，送水果不说，还帮忙去打了一杯温开水放在云金的小桌子上，询问了一下他身体状况，衣服就是来看病的样子。聊了没两句，政委便准备离开。你忍一忍，若是不想干的事情，让别人帮忙，你不动手就行。这位女同志有点难缠，若是她真的想闹大，对贺廷川不好。我知道该怎么做了，政委放心。政委又放心的去了冯倩倩那边，添油加醋的把他教训云金的事情说了一遍。我已经把云金给骂哭了，他已经知道错了，你安心养病。他怎么不自己来道歉？女同志就是麻烦，胡搅蛮缠的，差不多就行了。我一个大男人在两个女同志之间各种安抚作小，也很累的，好吧？她这不是肚子不舒服，人家也病着呢，好歹是孕妇。冯同志不是那种刻薄欺负孕妇的人吧？这个高帽子一戴上，冯倩倩还真不认领刻薄欺负孕妇的帽子。他以后还来照顾我吗？医生说没个3个月100天好不了。来，人家小云同志诚意很足，说是肚子好一点就来守着你，一定把你照顾得妥妥的。冯倩倩信以为真。贺廷川这边，李爱国来给他送饭的时候，带来一个让他蹙眉的消息。今天去大院没见到嫂子，一问才知道嫂子去医院了。她怎么了？哪里不舒服？李爱国还没说完，贺廷川脸色一变，一脸紧张，说话的语气都快了几分。没事没事，川哥别激动，嫂子好着呢。是那个冯同志，听高嫂子说他在医院腿脚不便，需要人照顾。留意贺廷川脸色不太好看，李爱国补刀。那女同志也真是，嫂子一个孕妇怎么能照顾人？要不我安排人去代替嫂子。李爱国卖乖，贺廷川这才满意的点头。让你盯着的事情盯紧一点，你嫂子要是出事，我唯你是问。贺团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云京这边到了饭点，打算去食堂看看医院有什么好吃的，就看见一个年轻的小姑娘提着一个饭盒过来，在人群中一眼盯上云京。你是贺团长媳妇吧？我是。你是？我是李爱美，我哥让我来医院帮忙。嫂子饿了吧？我带了吃的，你快吃点东西。李爱美热情地拿出自己带来的吃的，云京也认出来了，这是李爱国的妹妹，兄妹俩长得很像。你哥让你来的？不是，是贺团长让我来的，说是怕你在医院照顾不好自己，让我来代替嫂子去照顾那个冯同志。那人被关禁闭了，竟然还能有这心思，难怪书中冯倩倩一定要嫁给贺廷川，确实是个香饽饽。你多大了？今年18岁。怎么了，嫂子？没事没事，谢谢你来给我送吃的，等我爱人解禁了，再让他谢谢你们。嫂子客气了，一点小事，你先吃着，我去找那个冯同志。不用去，你去了也是找骂，他不会乐意让你照顾的。云京还算是了解冯倩倩的，他故意折磨云京，怎么可能让别人代替？那怎么办？我大哥让我特地来帮忙的，都收了5块钱了，要是不让照顾人，不得把钱还回去吗？没事，你先回去，等我去好好和冯倩倩说说，她应该会同意。云京打发走李爱美，吃着他带来一份大骨头炖冬瓜，还有一点小咸菜。李爱国家人多，那点工资要养活一家人，并不宽裕，这份恩情得记着。吃好的云京才慢悠悠地走到冯倩倩的病房。你死哪去了？你来医院是做什么的？你没点数，我快乐死了都不给我送吃的。想吃什么？铁花汤，再来一个红烧肉、烧得、烤鸭、白切鸡，以及一个清蒸多宝鱼。你怎么不说你要吃满汉全席？我倒是想，你能弄来吗？那你废话什么？快去给我搞吃的！我要是吃不上那些，你男人也别想好过。行，你等着，我现在就去。有点多，可能要晚一点。我等得起。这个年代，冯倩倩说的这些饭菜可不容易弄到手，分明是有意为难，就是要折腾的云京团团转。云京知道冯倩倩的心思，
嘴上答应去弄，扭头就收拾自己的东西回家休息去了。冯倩倩在医院翘首以盼地盯着门口，瞧着时间一点一点指向晚上10点、11点半，医院其他人都睡着了，冯倩倩饿得咕咕叫，才意识到她被戏弄了。虞姬，你这个贱人！第二天一早，云晶再次在人工湖被李爱国叫醒，晦气地盯着这个人工湖。这湖能不能填了？填了，好不容易挖出来的人工湖，怎么可能会填了？大院不会同意的。想想也是，我还没那么大的影响力，能一句话让人把人工湖给填了。和李爱国道了谢，两人一起去食堂打饭，回来却恰好遇到有人蛐蛐自己。那个乡下来的，大着肚子都不安分，才害得贺团长官禁闭，现在又和别的男人走得那么近，在人工湖那边拉拉扯扯，我都不稀罕说他。有这事，不信你们明天再去看看，我都看见好几次了，不要脸呢！哼，区区的老嫂子说的有板有眼，就怕他们不去看似的。大概是6点左右的样子，天还没亮透呢，眼神不好的，还真看不见他们那些小动作。李爱国的脸刷的一下红了，是被气的，就要解释清楚，不能坏了嫂子的名声。谁知道云晶比他反应更快，端着刚在食堂打的粥直接泼了上去。你说我可以，不要抹黑别人，我和李爱国同志清清白白。云晶的举动让在场的人吓一跳。我说错了吗？你有本事做丢人的事情，就别怕别人不知道。你对得起贺团长吗？你和李爱国，你们搞破鞋我都看见了。其他人一脸吃到瓜的激动表情。你胡说，我和嫂子我们没搞破鞋。没搞破鞋，你们一大早在人工湖那卿卿我我，别以为我没看见，我是不愿意说你们。现在你们又一起出现，还说不是搞破鞋。不是的，我们没有。李爱国急得脸红脖子粗，云晶更是要被李爱国辩解的话给急死，来来回回就那么几句，就算没什么，也要被人以为有什么。我有梦游症，是我爱人让李爱国来盯着我，免得我出事。我和李爱国同志并不是拉扯，不清白，是他在救人。他好人好事，没想到会被人误会，我替他不值得。对，就是这样。其他人一脸不信。云晶看见走来的老院长，立马把人叫住。院长来的正好，有件事需要你帮忙。我是有梦游症对吧？老院长看着眼前这架势，以及听着大肚子被人包围的云晶，公事公办。按理说病人的隐私不能拿出来说，既然你本人要求，那我便说一句，是云晶同志确实有梦游症状。梦游。院长肯定的点点头。若是下次再让我听见有人背后蛐我和李爱国同志搞破鞋，不清白，就不是淋一碗粥的事，而是浇滚烫的油，油滋滋的，你们自己想想那滋味。众人头皮一麻，脑补一锅滚开的油浇在头上。区的嫂子当着大家的面下不来台，只能道歉。抱歉，是我不清楚事情真相，误会了李爱国同志和云晶同志，请原谅。没事，我这人大度，不和人一般见识。为了让嫂子心服口服，明日6点左右记得来人工湖边看看现场，免得说我梦游也是装的。对，一个得来做个见证。我的诊断不会有错。你好歹是一个院长，怎么还在这凑热闹？大家都散了后，李爱国立马去给贺庭川送吃的，把老嫂子的事情一说，贺庭川顿时黑了脸。你嫂子做的对，她怎么说就怎么做。嫂子还问那个人工湖能不能填了，想来嫂子也是害怕哪天要是没看住，真的跳下去。李爱国现在恨不得在人工湖打地铺，也怕要是一个不留神没有守住。贺庭川若有所思，中午李爱国来送饭，他递过去一张纸，交给政委。那个冯倩倩同志又在医院闹了，你嫂子没事吧？川哥放心，嫂子好着呢。以前没觉得嫂子这么厉害，就像早上一样，不服就干，不是吃亏的性格。你有没有觉得你这个嫂子，她好像有点不一样？川哥为什么这么问？我觉得嫂子挺好的，川哥娶了嫂子是川哥的福气。嫂子还说了，等你禁闭结束，要请我们吃饭的。我就不该多嘴，她以前什么样儿，李爱国又不知道。不过云晶这样挺好。云晶到了医院，冯倩倩已经让人给她带了早餐。饿了一晚上的冯倩倩看见云晶就破口大骂：云晶，你好狠的心，诚心想饿死我是不是？昨晚让你送吃的来，你跑哪儿去了？你是不是想我举报你男人？你要是想，我立马成全你。别，你今天中午想吃什么？我给你准备，这次肯定准备的妥妥的。算你识相，我要喝鸡汤，还要吃酸菜鱼、白灼虾、红烧狮子头，你去准备吧。这次若是不满意，你等着吧。云晶笑着点头答应，就要离开。我让你走了吗？不得给我洗脸梳头，端屎端尿。你是来照顾我的，又不是来当摆设的。以前的丫鬟怎么照顾主子的，你就怎么来，别当自己孕妇就可以装病装虚弱。我告诉你，你要是照顾不好我让你们一家没好日子过。你确定让我端屎端尿？我这人手不太稳。不等云晶说完，冯倩倩想到昨日的恶心。梳头洗脸总会吧？会啊，不巧我没带梳子。不会找别人借吗？这个云晶会当着她的面借同病房的嫂子的梳子，视线在她头上瞄了一眼，瞧着密密麻麻的虱子，云晶鸡皮疙瘩掉一地。你能不能快点？用完再还给嫂子。没事，
你放心用，遇上这样的人，你也不容易。凶巴巴嫂子看着面凶，人家心还是很善良的。这把梳子可以吗？梳啊！云金老实巴交的给冯倩倩梳头，就算看见一只狮子趴在冯倩倩头上，云金也不说。一想到冯倩倩一头都是狮子，云金差点乐出声，心里一高兴，手下故意没轻没重的，扯得冯倩倩头皮吃疼。滚滚滚，笨死了，梳个头都不会，我自己来。云金目的达到，就要去洗手。虞姬，你可走了狗屎运！要不是你有个好哥哥，你以为你能嫁给贺廷川？可不，谁让我有个好哥哥，你没有呢？你别得意，以后有你苦头吃的。你知道贺廷川家是什么人家吗？等你去了京师就知道，贺家人不欢迎你，也不是你这种乡下来的货色能配得上的。我劝你呀，最好早做打算。冯倩倩瞥了眼云金的肚子，你和你腹中的胎儿都不受待见，小母凭子贵，做梦！知道门当户对吗？你根本不配嫁给贺廷川，你给他们家提鞋都不配。云金还没回嘴，同病房看着凶巴的女人忍无可忍。这位女同志，你叫什么名字？你这些言论很危险啊！你需要好好的改造。现在都是新社会了，还摆什么主子丫鬟的谱儿？看样子封建余孽在你身上还没清除干净。云金一脸激动，大嫂子，你总算开口了，你再不开口，我都忍不住要开口骂人了。嫂子，你放心冲，我在后面安心看热闹。竟然还说出门当户对，母凭子贵，提鞋不配，这些封建腐朽的旧思想。嫂子一脸正气凛然，看样子是我宣传不到位，才让你这个封建漏网之鱼逍遥法外，蛊惑人心。冯倩倩这会儿脸打得啪啪响，破口大骂：你谁啊？有你什么事？云金幸灾乐祸，在这之前就打听清楚了，和冯倩倩同住的这位女病人是歌委会的，那是什么地方？就是抓的就是思想有问题的人。歌委会干事郭大梅。冯倩倩脸色突变，一旁的云金差点笑死。很快，病房外面热闹非凡，不少人过来看热闹。云金抱着肚子占了一个最好的位置，看着郭大梅当着大家的面对冯倩倩上思想教育课。碍于她行动不便，让她躺着接受教育，若是不把思想背出来，就别想吃饭。至于那些资本家奢侈的鸡汤、红烧狮子头什么的，想都别想。郭大梅住院期间吃什么，冯倩倩也得吃什么。冯倩倩一个苦不堪言，还不敢抱怨，就怕郭大梅同志看她态度不对，把她揪出去游街示众。早知道同病房的是郭大梅这个歌委会的人，我就是恨不得掐死云金也得忍着点。又看看幸灾乐祸看热闹的云金，冯倩倩脸色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你一个大肚子回去好好休息，养好身体，为祖国繁衍做贡献。至于冯倩倩同志，交给我，我一定要把她那些危险的思想纠正过来，绝不放弃任何一个落后分子。郭同志简直是我辈榜样，我要向郭同志学习，也希望冯倩倩这个迂腐封建思想的同志能跟上郭同志的脚步。放心，我一定会把她纠正，成为社会主义接班人。云金大摇大摆离开时，还给了冯倩倩一个气死人不偿命的眼神。冯倩倩同志，机会难得，你可要好好学习，别辜负了郭同志一片心意。落后就要挨打，你要进步啊！上辈子也没听说这个贱人这么难杀啊！不急不急，只是听说她怀孕6个月的时候一尸两命，她的肚子现在还没到7个月呢。等云金这个贱人死了，再找机会接近贺廷川不迟。第二天一早，云金毫无知觉地往人工湖走去。人工湖这边，昨天区区的嫂子来了后，都差点没了她的位置。不是，你们怎么都来了？都不睡觉的吗？以前听说过梦游，没见过，这不来看看热闹。其他人也是一脸看热闹的样子。李爱国看着他都快被挤下人工湖，不知道如何吐槽。以前也没发现大院的人这么喜欢凑热闹啊。云金一露面，在场的人都激动地看过去，只见他面无表情，眼神呆滞，整个人像是被抽了灵魂似的，朝着人工湖走去。李爱国立马上前把人抓住。嫂子快醒醒，快醒醒，天亮了，该起来吃早饭了。早餐吃红烧猪蹄。不知道是红烧猪蹄的功劳，还是人被吵醒了，云金恢复意识，看到周围一双双眼睛盯着，大家神色微妙又惊奇地盯着他。好多人啊，大家怎么都在这儿？都是来看热闹的。无语，这些人是有多无聊啊！很快，大家七嘴八舌地问云金为什么会梦游，怎么一梦游就来这儿，还问他梦游是什么感觉。我也不知道为何会梦游，医生也无解，等生了孩子看看吃点安神的药会不会好。现在怀孕不能乱吃药，我也不知道为何梦游会来这儿，要不你帮我查一查。至于梦游的感觉，说实话，我没感觉，我感觉我在睡觉。你睡觉什么感觉，我就是什么感觉。正说着，政委也来了，瞧着一堆人挤在人工湖这边。听说别的大院有小孩不听话玩水掉人工湖中被淹死了，确实危险。贺廷川说的对，一切以安全为主。李爱国，今天带着你们营的人来这儿，把人工湖给抽干水，鱼儿抓出来，到时会有人运送泥巴那些来填满这片地，到时分成一块块，给大院作为奖励的自留地，可以在这儿种菜。是。一听可以种菜，那些老嫂子们不反对了。要是能私下种点玉米、红薯、土豆这些管饱的庄稼，家里也不至于揭不开锅。好好的怎么把人工湖给平了？
贺团长考虑到家属院那么多孩子，怕孩子们乱跑，要是出了什么事，大家都承受不起，不如平了坐自留地。原来是贺团长啊！没看出来贺团长还是个假公济私的男人，明明是担心自家媳妇，还找大院孩子们当借口。就是，云家妹子好福气。没想到这事竟然是贺廷川提出来的，他不是被关禁闭的吗？云晶看向李爱国，打小报告的李爱国心虚的别开脸。这下云晶明白了，是李爱国的功劳。当天晚上食堂免费供应红烧鱼、酸菜鱼片，大院的人都很开心。第二天，云晶想到贺廷川的付出，找到政委说好话，还塞了2包华子，这才点头让他去见贺廷川一面。贺廷川正在写检讨，不知道来的是云晶，头也没抬。放在那就行。今天你嫂子如何？你有什么直接问我就行，我挺好的，能吃能睡。云晶看着突然抬头，不敢置信他出现的贺廷川，这张脸怎么看怎么帅气啊！你怎么来了？找政委说情，让我来见你5分钟。人工湖已经开始平了，估计2、3天就能填平，以后用来种菜。你别讲，我们家没地种菜。贺廷川想到他农村来的，听闻是种地的好手。我不是来走后门的，我是来感谢你的。要不是你，人工湖也不会平，我也不怕以后梦游无人看着，不小心跳下去。我不是为了你，我只是觉得大院的孩子们太皮了，要是有贪玩的。贺廷川还没说完，被云晶似笑非笑的眼神直勾勾的瞅着。好吧，我承认是为了你，肚子里的孩子，你要是有什么事，孩子也得出事。说这话时，贺廷川明显看见云晶露出失望的眼神，心头一紧。明明就是为了孩子他娘，怎么扯上孩子当借口？哼，贺廷川，你这胆小鬼，都不敢承认你关心自家媳妇。云晶走后，李爱国八卦的进来了。嫂子怎么走的时候好像不高兴？川哥和嫂子说了什么？我们夫妻的事情告诉你做什么？没事就去训练。里外不是人的李爱国，才走了没2步的又被叫住。你嫂子看起来真的不高兴。嫂子平时脸上都笑眯眯的，方才离开时面无表情，眉目微蹙，看着就是生气了。川哥，你别不知好歹啊！为了能来看你，嫂子找我借了2包华子给政委呢，那可是2包，平时我们2根就能打发政委，嫂子大手笔，一出手就是2包。被2根华子打发的政委黑着脸出现，所以我就这么好打发，以后找我办事没有2包华子，不要找我开口，没门儿。我的华子哟。李爱美这天去食堂打饭，平时都是李爱美做饭，今天食堂供应茄盒，云晶爱吃。排队的时候，恰好是认识的嫂子，看见李爱美，立马当着她的面蛐蛐云晶：“你这孩子怎么不在贺团长家做饭？你也是个傻的。那个云晶可不是个好的，把你当丫鬟使唤，你也不跑。”嫂子，这话可别让别人听见，免得拉着你出去逛街。什么丫鬟不丫鬟的，都什么年代了？新社会，人人平等。李爱美不给面子，直接给她盖罪帽，把老嫂子堵得脸一阵红一阵白。再说了，嫂子对我好着呢，天天带我吃肉。贺团长让我照顾嫂子，我不得好好照顾。干活是我自愿的，又不是什么重活，不就是点家务事？难道嫂子干的不是家务，而是在家当丫鬟？那嫂子有点亏，我在嫂子家天天吃肉，你在家天天豆芽菜还得数着吃。你也都是为你好，你不领情就算了。你又不是我妈，你凭什么为我好？是看我在嫂子家吃香喝辣，你眼红了，想把我驱走，你好去献殷勤，对吧？大院嫂子说不过李爱美，不想和她一道，扭头去了别的窗口排队。后来和其他嫂子背后蛐李爱美是个傻的，以后谁娶了她谁倒霉。这话李爱美不知道，云晶出去溜达的时候恰好听见了。嫂子说的是李爱国的妹妹李爱美吗？她长得好，有文化，还有个宠着她的哥哥，人也勤快有礼貌。男同志眼瞎才不娶她。不过嫁不嫁可不是你说了算的，得爱美愿不愿意再说。反正我瞧着，爱美肯定不会嫁一个喝点酒就喜欢打媳妇的男人。你说是吧，林嫂子？你脸上这伤，不会是林营长打的吧？不等林嫂子辩解，云晶吃惊的捂着嘴。嫂子，你受苦了，要不要找政委去说道说道？好好的怎么能打媳妇呢？媳妇娶回家是用来宠的，可不是打的。林嫂子又不是嫁不掉，怎么能受这委屈？林嫂子下意识遮住脸上的伤，方才还和其他嫂子说是不小心撞的，这会儿就被云晶说破。大家原本看破不说破，云晶这么不给情面的说破，他们也不装了，七嘴八舌的表示一定不能惯着男人。家暴有一次就有无数次，今天打脸，明天打死。有那么严重吗？不就是打几下，忍一忍就过去了。说的好像有点道理。事后林嫂子哭哭啼啼找政委告状，您可得给我做主啊！那个云晶就是贺廷川的媳妇，在大院造谣，说我男人打我。政委看着林嫂子脸上的伤，没说话。哼，政委不说话，林嫂子还以为他是生气了，继续蛐蛐。他怎么能冤枉人呢？这对我男人多不好，我男人才不会打女人呢，我是自己撞的。你再撞一个给我看看，怎么能撞一个黑眼圈出来？怎么能把嘴角撞紫了？
你男人喝点酒就喜欢耍酒疯，这事大院谁不知道？也就是你给他脸。没事回去，别来我面前哭哭，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怎么你了。人家贺庭川媳妇也是为你好，他要是不心疼你，也不会多嘴。他没说错，家暴可耻，谁要是全套向着媳妇，就不是男人。政委摆摆手，让林嫂子回去。没多久，政委又去找了林大强，下最后通牒：你要么戒酒，要么转业。要是以后再敢全套向着媳妇，就别怪我严格处置你。这一晚，林嫂子被赶出家门，主要是林大强被警告，心里有气，忍住了暴脾气。你是不想过日子了，竟然还学会告状了，滚出去！不想我休了你，别给老子碍眼。林嫂子就怕林大强不要她，不敢多嘴，含泪滚出家门。恰好云晶和李爱美饭后溜达几步，隐约听见哭声，就看见哭着的林嫂子，两人对视一眼，满眼写着活该2个字。林嫂子这是怎么了？不在家跑出来哭，是不是林营长又打你了？莫不是被赶出来了？林嫂子能嫁给他是她的福气，怎么能不珍惜呢？不是林嫂子说打是亲骂是爱，他这亲又爱的，你躲什么？被讽刺的林嫂子突然悲从中来，再也忍不住，嚎啕大哭。附近的人听见哭声，陆陆续续来看热闹。林大强说是要休了我，我嫁给他这么多年，生了3个儿子1个女儿，好不容易拉扯大，舍不得吃，舍不得喝，为了这个家付出这么多，他打我就算了，他怎么还要休了我？我不活了。林嫂子见人多，也不怕把事情闹大，就要去人工湖那边，又想到人工湖被填平了，要不去2院那边，那边的人工湖还没填平。大家都知道不过是做做样子，云晶就是故意让林嫂子为难。哼，背后蛐别人的时候，怎么不想想自己说的话造的孽？你这是嫌事情闹得不够大。这个乡下来的媳妇果然不好惹，要不是她，我也不会被赶出去。老嫂子看了眼人群，没看见林大强的身影，知道还得继续闹，反正不把事情闹大，也不好收场了。林营长来了，快点，你媳妇跳湖不成，打算上吊啦。林大强黑着脸看着被人看笑话的林嫂子，主动认错。媳妇，我错了，不该说狠话，我都是一时气糊涂了。走吧，孩子找你呢。大家都以为林嫂子还要做几下，谁知她立马踩着台阶下去。我都是看在孩子的份上，孩子是无辜的，我心疼我孩子。搞了半天，就这。行，你们夫妻会玩。随后几天，林嫂子也像没事人一样在大院生活唠嗑，见了云晶和李爱美，也仿佛没看见他们似的。有好事的嫂子问：那晚上你哭得那么大声，贺团长媳妇和你说什么了？林嫂子不自在，只能敷衍：没什么。哎呀，我们都认识这么久，有什么不好说的？你告诉我，我绝对不说出去。他们吃瓜不怕搞事情，实在是太好奇云晶说了什么让林嫂子破防。林嫂子不傻，才不给自己惹麻烦呢。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后面吃瓜嫂子更加好奇，问到云晶面前：那晚你到底和林嫂子说了什么？以前她可都是忍气吞声的。嫂子要是想知道，哪天被打了记得来找我，我开导人有一手。我和我男人好着呢，他从不动手，你也别乱说。我那天只是摔了一跤，不是被他踢的，你别误会。云晶一副吃到瓜的样子。哦，是自己摔的，不是被男人踢的呀。我知道了，我不会乱说的，只要嫂子开心就好。真的是自己摔的，我们感情好着呢。我知道你们感情好，要不来我家坐坐，说说是什么摔跤的，我好以后小心点，免得摔得像被人踢了一样。吃瓜嫂子尴尬的走了，多说多错，要是再说下去，人家肯定笃定是被家暴了。时间过得很快，没2天贺庭川就被放出来了。冯倩倩在医院住了大半个月，左等右等也没等到贺庭川来探望，一次都没来过。冯倩倩也不打算死赖着医院不走，她一开口说出院，很快就被办理了出院，被李爱国给送回了大院。云晶看着平倩倩打着石膏的腿，怎么看怎么凄惨。两人四目相对，冯倩倩视线落在云晶的大肚子上，脸色不好看。肚子几个月了？7个月多5天，还有2个多月的样子就要出生了，他爸可期待着抱娃娃呢。冯倩倩差点鼻子都气歪了，看她的眼神带着怨毒。云晶知道冯倩倩什么意思，她怕是已经察觉自己偏离她上辈子的认知，没能按照书中剧情怀孕6个月，一尸2命，给她上位的机会。这么关心我的肚子，怎么是着急给我儿送礼物吗？我又不是他的水，送礼物找别人吧，我钱多也不会给你花1分。云晶眯了眯眼，眼神警告。说的也是，说起来，要不是我们命大，差点就被你伤了，没找你算账就不错了。冯倩倩一想到自己打着石膏的腿，根本不是云晶的对手，怕被打，她识趣的闭了嘴，示意李爱国送她回去。李爱国和云晶打了一个招呼，便搀扶冯倩倩走了。嫂子，那个冯同志是不是对你有意见啊？何止有意见，是那种恨不得自己早死早超生。这天贺庭川去锻炼的时候，听见李爱国他们几个人凑在一起说这次新上的电影，一个个说得津津有味。贺庭川平时都不插嘴的，好像结婚后
就没带媳妇去看过电影。这孩子都快生了，没看过电影岂不是对不起人家？什么电影？好看吗？李爱国正好想找人分享电影的喜悦，那叫一个口若悬河，唾沫横飞。川哥你就看吧，一看一个不吱声，不看绝对后悔。我知道了，锻炼，其他废话少说。这人真是翻脸无情，明明是他自己主动说起电影的。呵，晚上吃饭时间晚了点，云晶都快在高嫂子家吃饱了，贺庭川才打了晚餐回来。是有事耽误了。贺庭川没想到电影院门口都是排队买票的人，2张电影票都买不到。听高嫂子说，现在出了一部电影很好看，票很难买。你爱看电影吗？要是想看，我去排队买票，反正我有的是时间。贺庭川瞥了眼他的大肚子，想想排队抢票的人。不用，你要是想看，我给你买。票难买，不看也没事。云晶觉得看不看无所谓，现在的电影又不是高清，座椅还没那么舒服，对他来说吸引力不大。没事，票我来解决。贺庭川晚上给柳三成打了一个电话，柳三成一问才知道是让他弄电影票。哟，这不是我们以前那个有电影票浪费都不去看的贺团长吗？今天怎么主动找我要电影票？你嫂子看，我陪她去。娶了媳妇就是不一样，开口闭口就是嫂子。走，听得我也想娶媳妇了。娶啊，有喜欢的就娶回家，好好对人家。柳三成苦笑，他现在这样，有哪个女同志愿意嫁给他呀？压下心中的苦涩，敷衍的笑笑。请，我尽快找个媳妇，请你们喝喜酒。电影票的事情别忘了。贺庭川就怕他只顾着找媳妇，忘了正事。放心吧，川哥难得主动约嫂子看电影，我肯定安排妥妥的，怎么也是最中间，视野最佳的位置。贺庭川满意的挂了电话，一回头就看见身后正笑着看他的冯倩倩。冯倩倩厚颜无耻的掏出早就买好的票。贺团长想看电影啊，恰好我多了一张电影票，不如我们一起去看。这位女同志请自重，我有媳妇，不会和你搞破鞋，以后不要来骚扰我，否则别怪我宣扬出去，丢人的是你。冯倩倩没想到再次碰壁，气得她脸都绿了。贺庭川，我真的只是想为上次的事情道歉而已，你是不是误会了？是不是误会？你心里清楚。贺庭川长腿一迈，大步离开，多余的眼神都没给他。离开后也未回家，而是去了政委住的地方。政委，那个冯倩倩什么时候滚蛋？那女人似乎有什么目的接近我。贺庭川把方才的事情说了一下，政委也觉得有点问题。行，你这边的情况我了解，我会私下调查一下。若是真的有问题，这样的女同志绝对不能留在我们大院。作为已婚的男同志，你更不能做出背叛媳妇的事情。小云同志无怨无悔地守着你，还为你生儿育女，可不能做错对不起她的事情。政委放心，我对婚姻就像对祖国一样忠诚。政委嫌弃的摆摆手，让贺庭川滚蛋。又想到了什么，叫住了贺庭川。你媳妇喜欢吃红枣吗？那啥，我院里种的那颗红枣，等红透了给你们家送点过去，让你媳妇再忍忍，现在还不能摘。我媳妇不爱吃。你对你媳妇怕是有什么误解。回到家的贺庭川看着手里抓着一把半青不红的新鲜蜜枣的云晶，一口一个嘎嘣脆，吃得正香。尝尝。下午遛弯的时候，看见大院后面有一棵枣树，硕果累累啊，恰好政委媳妇也在，就摘了一把给我带回来吃。你确定不是你盯着人家枣树有什么想法？人家政委媳妇怕是犯错误，主动摘一把半青不红的枣子打发你。大院还是有好人的，不是给枣子就是给莲蓬。下次我也种几棵果树，现在快有石榴了吧？想吃石榴，我种一颗石榴怎么样？云晶知道这个年代物资困乏，好东西供不应求，水果也是。你要是想吃石榴，京市家门口的石榴很甜，过2天打个电话，等过了国庆后基本上就可以吃了，到时摘了给你寄过来。贺庭川不说，云晶差点忘了，在原书中这棵石榴还有出场了，是贺庭川和冯倩倩2人生了孩子后，孩子有点皮，喜欢爬树，从树上摔下来，种了几十年的石榴树就这样被贺庭川给砍了。人家石榴树做错了什么？行，这可是你说的，我要是吃不上，你就得给我种一棵，等我们的孩子长大了，就有吃不完的石榴。给你种的最后怎么便宜了孩子？你自己吃，孩子们想吃自己种。你说真的？我种的，我说了算。要是你孩子顽皮，从你种的树上摔下来骨折了，你会一怒之下砍了石榴树吗？又不是石榴树的错，砍树做什么？对啊，又不是石榴树的错，砍树做什么？贺庭川看着眼前云晶水灵灵的笑容，不知为何被冯倩倩骚扰的那点厌恶心情，这会儿烟消云散。石榴树都种了，要不要种几棵别的？比如呢？枣树吗？桃树、梨树、樱桃树。想到樱桃，云晶忍不住吞口水。樱桃树好，3、4月就能吃了，好看又好吃，我做梦都想种一棵。行，你想吃什么就种什么。第2天柳三成便送来了电影票，下午3点的侦察兵。电影票多少钱？2张5毛钱。贺庭川就要掏钱把人打发走。川哥不用给钱，这是我用中秋福利换来的电影票，不花钱。
那也是你的福利，怎么能不给钱呢？川哥，嫂子怀着孕呢，给她买点好吃的。放心，我自己媳妇自己疼，你的工资留着自己花。冯倩倩正懊恼为什么云晶还活着，若不是我的介入，改变了那个贱人的命运，怎么轮得到她享福？她现在还活着，以后跟着贺庭川水涨船高。一个乡下来的女人，竟然有这样好命！一想到这，冯倩倩便恨得牙痒痒。恰好听见路过的人说，贺团长和他媳妇看着感情确实不错，也不知道是不是装给我们看的。那个女人有点心机，听说让贺团长特地请假陪他看电影，还是我们买不到票哪一部？乡下来的就是有手段，我们这些人根本比不了。可不是，可怜贺团长被这样的人纠缠，这辈子算是完了。冯倩倩抓重点，贺庭川和那个不招人待见的女人去看电影，她一个大肚婆，不好好在大院养胎，去电影院那么人多的地方，万一被人推一下。下午3点的电影，云晶2点20才被贺庭川叫醒，一看都快2点半了。云晶瞪了贺庭川一眼，是你睡太沉，一直叫不醒。放心，李爱国开车送我们过去，不会迟到的。云晶这才原谅他。收拾好后，贺庭川把他的水壶带上。电影院没吃的喝的卖吗？汽水啊，饮料啥的。贺庭川听出来了，他想喝汽水。行，给你买汽水，水壶也带着。电影时间不短，要坐1-2个小时。贺庭川背着水壶走在大院上，遇到嫂子们，一个个好奇地问去做什么。看电影呢。故意对那个之前炫耀男人带他看电影的嫂子说，这不是我家这位说是电影好看，想着我没看过电影院的电影，非得带我去见见世面。我一个乡下来的，没见过世面，嫂子们不要笑话我。云晶一番自黑，倒是把嫂子们整不会了。嫂子要不要一起？不用，我们看过了。你们看的肯定不是侦察兵，对不对？现在这部电影火热呢，很好看，不看后悔。我们先去替你们看看，看完了回来告诉你们观后感啊。谁稀罕听你说什么观后感？又不是没机会看，以后公映的时候不就能看见？切，不就是和男人看一场电影，值得炫耀吗？贺庭川这个背景板十分有耐心地看着云晶炫耀，也不催促云晶，等他吹嘘够了，才去大院门口找李爱国。很快到了电影院门口，嫂子放心，这电影绝对好看，下次搞2张电影票，让艾梅也去看看。那小妮子在家里闹腾的。云晶爱莫能助，她也是沾了贺庭川的光。贺庭川去买饮料，没想到电影院的饮料这么贵，他身上留的5毛7分钱根本不够买3瓶汽水，他只买了2瓶，1瓶给云晶，另1瓶给李爱国。你们看，我把车送回去，等5点钟要来接吗？不用，我们晚上在外面吃了自己回去。云晶喝着汽水，看着安排约会的贺庭川，给了他一个赞赏的眼神。云晶手里的汽水快喝完的时候，电影快开场了，买了票的开始排队等着检票入内。冯倩倩叫了隔壁的一个嫂子陪她来，说是请人家看电影。支开那个嫂子去买电影票的时候，她把拐杖藏起来，戴着一个布口罩遮挡自己的脸，一副生怕被人认出来的样子。叫住一个在路边溜达瞧着像是要偷东西的小子，贼眉鼠眼的，一看就不是好人。喂，同志，想挣钱不？有事。冯倩倩拿出50块钱，指了指人群中的云晶，看见那个女人没？只要你推她一把，制造一个混乱，这50块钱就是你的。贼眉鼠眼男眼睛一亮，对于游手好闲、偷鸡摸狗的他来说，50块钱真不是一笔小钱。他一个月偷偷摸摸也才弄个10块8块的。男人瞥了眼云晶以及他身边的贺庭川，瞧着那男人周身的气度，打退堂鼓。不对，他身边那男人一看就是当兵的，若是被发现，我可打不过。一看就是不好惹的，他们一看就是夫妻，这要是知道自己害人，还不得打死。冯倩倩没想到这是个胆小的，现在也找不到合适的人，她不甘心自己好不容易重生，想开启不一样的人生，却被云晶这个贱人给破坏了。他本就该死，早死晚死都得死。若是不趁着现在搞云晶一顿，他是以后没这么好的机会。电影院人多，若是发生踩踏事件，大家都觉得是意外，肯定不会想到他身上，他自己不好动手，只能买凶。60块如何？你要是还不愿意，我只能找别人。说着，故意四下张望，物色可用之人。贼眉鼠眼男压下心中的恐惧，狮子大开口：给我100，我立马就去。马上电影开始了，我没电影票进不去。冯倩倩没想到还有坐地起价的，眼看着已经开始检票，有人已经入电影院了，她急了，不想错过这个机会，掏了100给男人。好好干，跑快点。贼眉鼠眼男拿了钱，确定数目对的，给了冯倩倩一个看好了的眼神，故意朝云晶那边挤过去。冯倩倩看着这一幕，手脚麻利的把带来的格子衣服穿在身上，还把藏着的拐杖拿出来，离开方才的位置，免得等会那个男人被发现，把自己供出来。贺庭川敏锐的察觉身后突然有人靠近，下意识回头，就看见一双黑手朝着云晶推了过去。贺庭川眼疾手快，抓住那双黑手，用力咔嚓一下，云晶也被吓得瞪大了眼，其他人也被这动静给吓到了。救命啊！要杀人了！贺庭川面容冷峻，斜了他的胳膊不说，还捏着他的脖子把人提溜起来。不知道她是孕妇，竟然对我媳妇下黑手，找死！呀，
饶命了！对上贺廷川阴沉的眼神，那含着的杀气，让男人害怕，立马求饶。你有病吧？我得罪你了吗？快被贺廷川掐死的男人怕了。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两位同志饶命啊！我不该鬼迷心窍，为了100块钱就听别人摆布。看着这一幕的冯倩倩脸都白了，恨铁不成钢的瞪着这个秒怂的男人。幸好我伪装过，就算现在说出真相，也不可能抓到我本人。可恶，100块白花了啊！和他一起来的嫂子也被吸引了注意力，认出是云晶和贺廷川，忍不住吐槽：那人算是踢到铁板了，竟然当着贺团长的面欺负他媳妇。他怕是不知道，贺团长在部队是出了名的护短，对他手下的兵士又很优护着，他可以往死里训练。若是有人欺负他的兵，他第一个护着。那又如何？现在被护着的又不是我。知道有人暗算云晶，贺廷川脸色要多难看就有多难看。说是谁让你伤我媳妇的？女的，是一个女的，戴着口罩，穿着老式的衣服。男人吓得要死，根本不敢隐瞒，死亡的恐惧让他半点不敢撒谎。云晶第一反应就是冯倩倩。这世上怕是巴不得我死的只有冯倩倩。啊呸！没想到她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竟然3番2次对我下手。是不是腿脚不便，说话声音有点烟灰嗓子那个女人？她怎么一猜一个准？不，她看着腿脚挺好的，嗓音也有点细细的，就在那。说着朝冯倩倩之前所在的位置指了一下，云晶和贺廷川都看了过去。那个位置除了几个男人，根本没看见女同志，也没冯倩倩的身影。难道我猜错了？你形容一下，她长什么样？男人快吓尿了，一五一十的形容，身高和眉眼和冯倩倩差不多，唯一区别就是腿没受伤，嗓子也不是烟嗓，带着一点粗粝的感觉。云晶总觉得对方有备而来，不然为什么不敢露脸？不就是怕被认出来？云晶怀疑冯倩倩就在附近，果然，她转了一圈，在排队的那一群人中看到了冯倩倩。是不是她？衣服不是，头发也不是，还有抬有拐杖，让我推人的那个女同志没拄拐。云晶希望落空，可贺廷川并不打算就这么放过这小子，把人打了一顿，把维持治安的派出所同志叫了过来。这人蓄意伤人，抓起来审问一下。不要啊，我只是拿钱办事，我什么都没做啊。你媳妇不是没事？我媳妇要是有事，你也不可能站在这儿。眼看着他就要被带走，云晶伸出手，钱呢？男人没想到挨了打就算了，他狮子大开口得来的100块还被云晶要了过去，且理由让人反驳不了。对我造成的伤害补偿。冯倩倩知道自己被怀疑，自然不会坐实这个罪名。在派出所的人来时，和大院的嫂子一起一瘸一拐拄拐过来。这是出了什么事？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男人看见冯倩倩，仿佛不认识。云晶和贺廷川都留意两人的对视，见男人毫无异样，而冯倩倩这边也没看出端倪，似乎真的不是他指使的。100块钱买凶伤人，可真是大手笔呢。可惜人证没有，物证也不存在，怀疑冯倩倩也没证据。没事，你腿脚不好，要是有个什么3长2短赖在我们身上可怎么好？冯倩倩尴尬笑笑，既然没什么事，我们不打扰了。一旁的嫂子撇撇嘴，要不是冯倩倩说是过来看看，她才不过来热脸贴冷屁股呢。就在他们要走时，云晶叫住他们。嫂子和冯同志一直在一起吗？嫂子对云晶有意见，故意点头。对啊，你放心，冯同志不是那么黑心的人，你们就算伤了他的腿，人家也没说你们坏话。冯倩倩就知道这个嫂子好糊弄，果然叫上他准没错。哼，就算云晶这个贱人和贺廷川怀疑我又如何？现在又没监控，他还有人证，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男人，看见的是伪装后的我。哼，虽然对你的遭遇很同情，不过这次真的不是我，云同志可不要冤枉人，别把我想的那么坏。云晶差点气死，要不是没监控，凶手别想跑。坏不坏什么的，大家心里有数。为了刺激冯倩倩，云晶故意说道：难得遇上，我请你们喝汽水吧，今天运气不错，人家算计不成功，让我挣了100块，我心里高兴，大家一起开心。不用，我自己有钱，你留着自己花吧。祝福你被汽水呛死啊！云晶目送冯倩倩和大院嫂子离开，用手撞了一下贺廷川。看出什么没？说话啊！应该是他。你怎么确定的？我鼻子还行，闻到他身上的药味，这钱上似乎也有一股子药味。云晶立马闻了闻从男人那弄来的100块钱，果然能闻到一股子若有似无的药油的味道。方才冯倩倩过来的时候，身上就有一股子味道。云晶怒了，就要去找冯倩倩算账。不着急，你现在去找人家，人家也不认账，晚点我给你报仇。不行，我这人有仇当场就报了。哼，你是不是舍不得了？你说什么？意识到他生气，云晶才知道自己脑子一热，把他和原小说男主搅和一起。口误，对不起。哼，云晶，你最好老实点。你老实，求放过。今天的电影注定看不成，出了这事，贺廷川根本不让他去人多的地方，加上云晶要报仇，贺廷川也想替媳妇出一口恶气。这个冯倩倩实在狡猾，要不是钱上面的药味，都差点被糊弄了。
只怕是冯倩倩都不知道，贴身放在身上的钱会沾染她身上的药味吧。冯倩倩他们并未马上离开，瞧着排队的人太多，又吐槽人多，说腿不舒服。大院嫂子不好意思继续排队，要不我们回去吧，等你腿脚好了再请我看电影不迟。行，今天被这么一闹，我也没兴趣看电影。今天幸好有嫂子在，不然我被冤枉都没人说话。大院嫂子一想到云晶那副笃定的嘴里，撇了撇嘴。那人是不是故意针对你？每次都找你的麻烦，是看你从京市来的，好欺负吗？谁知道呢？我也就和贺团长说了2句话，就被他针对。以后少和他接触，我看他不是个好人。冯倩倩敷衍的点点头，两人一边驱去云晶，一边去等公交车。就在他们等公交车的时候，冯倩倩肩膀被人拍了一下。冯倩倩回头看着被打掉牙齿的男人，男人给她使了一个眼神，示意冯倩倩跟上。嫂子，你先走，我掉了一点东西，回去找找，等回到大院再去找你。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被抓了吗？冯同志，你害得我好苦，早知道那个人那么不好惹，我就不收你的钱了。你看我被打的。男人一见面就诉苦，说的冯倩倩脸一阵红一阵白。你胡说八道什么？我根本不认识你。你就是华成辉我都认识，别以为我不知道，就是你给我100块，我当时咬死不是你，可不是白给你掩护的。冯倩倩没想到这人竟然真的认出了自己，心下慌乱，面上却一副不受威胁的无所谓模样。你想如何？问他不如问我。云晶迫不及待插嘴，从藏身的地方走出来，看着变了脸色的冯倩倩，嘲笑：装啊，怎么不装了？你对上云晶似笑非笑，洋洋得意的嘲讽脸。冯倩倩有种不好的预感，这种预感在看见贺廷川的身影以及穿着制服的公安同志时，脸色那叫一个惨白。你们不等他说完，云晶一巴掌打过去，冯倩倩疼的眼泪都掉了下来。虞姬，你再打一下试试。既然你都求我了，肯定要满足你啊。多出来的一巴掌是我故意的。贼眉鼠眼男任务完成，就差跪在贺廷川和云晶面前。你们让我做的事我都做了，我也没想到是他伪装的，要不是他，我也不会对你媳妇下手。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冯倩倩知道，若不是这人突然冒出来炸自己，自己绝不会暴露。看着始作俑者云晶，破口大骂：你真阴险！你说我阴险？冯倩倩，你才是最阴险的。你可知道，若是我被推倒，伤了肚子怎么办？就算没被推倒，你搞这一出，若是发生踩踏又怎么办？你才是阴险恶毒的女人，三番两次对我动手，是真的以为我好欺负吗？这次你会知道自食恶果的滋味。你敢？一直等候的同志上前，这位女同志跟我们走一趟吧，明摆凶蓄意伤人，证据确凿，情节恶劣，不把你抓起来对不起人民群众。我不是，我没有，是他们狼狈为奸陷害我的。顶着巴掌脸的冯倩倩到了这个时候还死不承认，否认也没用，人证物证都在。什么物证？我怎么不知道？冯倩倩不见棺材不掉泪，云晶拿出沾染了她身上药油味道的钱，自己闻闻，这味道和你身上的是不是一样？冯倩倩不相信的嗅了一下，一嗅一个不吱声。她怎么也没想到，被她贴身放的钱，最后成了指认她的物证。就这样，冯倩倩心如死灰，无力辩驳的被公安同志带走，帮众的贼眉鼠目男也跑不了。我就说我这个不打自招的法子可行吧？这不一下就把人炸了出来。冯倩倩可真是恶毒啊！哼，如此恶毒女人，不得让她多坐几年牢。放心，我会和他们打个招呼，一定公事公办，绝不徇私。云晶差点被他义正言辞给笑死。抓到凶手，云晶放心了，现在想起来还是有点后怕，该表扬的还是该表扬。好险，幸好你反应快，不然我就要遭殃了。那个坏女人的目的就是我和孩子，谢谢你啊，又救了我们母子。不会说话别说，什么救你们母子？你是我妻子，肚子里的是我孩子，救你们不是应该的？哼，下次再这么见外，你别说话了，当哑巴吧。霸气侧漏的贺廷川差点硬控云晶10秒，而冯倩倩被抓的事情是云晶把这个消息带回去的。他故意找到和冯倩倩出门的那个嫂子。嫂子，你怎么还在这儿？你不是和冯倩倩同志关系好吗？还给她作证，没有不在场的证据，你小心点哦。冯倩倩被抓了，你这个做伪证的怕是也要去派出所报道哦。嫂子被听到这话，差点吓晕过去。抓我吗？其他吃瓜群众也抓重点。冯倩倩被抓了，为什么抓她？等等，冯倩倩是谁啊？冯倩倩就是那个新来的，被贺团长打断腿那个冯教导员啊。听说他和贺团长媳妇关系不和，怎么被抓了？是不是他搞的？察觉他们的目光，云晶大方的且自豪的承认：对，我搞的，我把人送去派出所。这有什么可自豪的？等等，他哪来这么大的本事，能把人抓起来？不消半个小时，大院的人差不多都知道，云晶把那个叫冯倩倩的从京市来的教导员给送去了派出所，据说要坐牢。高嫂子也听说了，恰好看见洗脸出来的云晶，好奇的问：他们说的是真的吗？你真的把人送去了派出所吗？对，是我把人送去的。高嫂子可知道为何他会被抓？高嫂子眼睛亮了，
眼中闪耀着八卦的火苗。云晶也没隐瞒，把冯倩倩做的恶告诉他，气得高嫂子脸都绿了，一边骂冯倩倩活该，一边说把人送去派出所太便宜他们。他怎么那么恶毒？你这怀着孩子，要是被人推倒了，动了胎气怎么办？你肚子都7个多月，哪经得起折腾？不行，我现在就要把这事说清楚，让其他人知道冯倩倩的真面目，不能让那些嫂子们胡说八道，说你坏话。云晶没阻拦，她要的就是一个帮她传话的人。我说什么那些嫂子都不信，高嫂子说的，他们肯定会认真听。贺廷川也去政委那边，把冯倩倩被抓的事情来龙去脉说清楚。高嫂子一出去，嘴巴都说干了。大院的人才知道冯倩倩的恶毒行为，之前被打就是她想伤云晶，现在又被抓了，还是人证物证，凶手都承认了，不会有假。没一会儿，大家都来看云晶，七嘴八舌的打探消息，吃瓜看热闹。为什么那个冯倩倩总是针对你？你们以前有过节吧？可能是我嫁给他嫁不了的男人，嫉妒我吧。懂了，原来是感情纠纷，就知道会这样。莫不是贺团长脚踏2只船？似乎看出他们的心思，云晶给贺廷川证明，你们别乱想，贺团长身正不怕影子斜，是那个冯倩倩不要脸，觊觎我男人，视我为眼中钉。他嫉妒我嫁给我男人，想除掉我好嫁给他呢。在场的内心也有点嫉妒，觉得云晶配不上贺廷川的嫂子们，有被内涵到，没一会都找了借口走了。贺廷川一回来，云晶就立马问冯倩倩的情况，那边怎么说？放心，这事我们才是受害者。冯倩倩这边被抓起来说不害怕是不可能的，她没想到会有被抓的一天，不甘心就这样坐以待毙，请求公安同志给她打个电话给父母。公安同志并未同意，刚开始还各种闹腾，被关了3天，被饿了2天老实了。面对政委来探监，冯倩倩哭得像个孩子。政委，我道歉，我认错，我知道错了，求你救救我，我真的再也不敢了，我是鬼迷心窍，一时气不过。你这是影响不小，你自己做的事自己承担。我来也只是想确定一下事情是不是如贺廷川和云金2位同志说的那样。冯倩倩怕了，决定从罪魁祸首下手，知道这事都是云金那个贱人搞的。我要见云金，让他来见我。人家现在在家卧床休养，没时间见你，要不是你，他也不会动胎气。你最好希望他们母子平安无事。什么动胎气？他肯定是装的，那天根本没碰到他。云金那个女人就是想让我死，你们不信把人带去医院看看。看着执迷不悟的冯倩倩，政委没什么可说的，扭头就走。别走，你别走啊！求你别走，放了我，我不想坐牢啊！冯倩倩就算叫破喉咙，该做的还是要做。在云晶怀孕8个月，养胎快20多天后，冯倩倩的处罚结果出来了，送到西北去劳改5年。一听冯倩倩被劳改5年，云晶觉得太轻了。毕竟你没实际的伤害，5年已经是最重的，若是别人，顶多1-2年。云晶就算不乐意，也只能接受。劳改累吗？西北苦寒，又苦又累，他若是不作恶，也不会被劳改。云晶遗憾不能亲眼看见冯倩倩被劳改。我是不是可以出门溜达了？这些日子一直在家养胎，我都快被憋坏了。养胎这事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为了让大家知道事情的严重性，他确实如冯倩倩说的是装的。冯倩倩之所以会被劳改5年，也有他这个被气的需要养胎事情加持。冯倩倩被转送走那天，云晶还去门口等着看热闹。出门之前，云晶特地梳妆打扮了一下，还在脸上抹了点香香，是贺廷川买来的有一排雪花膏。云晶笑着挖了一坨，准备往他脸上抹一点。贺廷川似乎早有防备，抹手上得，我一个大男人抹什么香香，也不怕被人笑话。男人也是要保养的，你现在年轻英俊，帅气出众，随着年龄……云晶话还没说完，贺廷川嘴角已经勾起来。你刚说什么？我没听见，能不能再说一遍？云晶没想到他这么自恋，喜欢听人夸他，吹着彩虹屁。我说贺团长年轻英俊，气宇轩昂，玉树临风，帅气出众。贺廷川没忍住，耳朵红得滴血。行了行了，下次想要什么给你买。云晶想了想，生孩子一定得送我去医院。听大院嫂子说，很多人都是自己在家生的，生了孩子就要下地干活，坐月子也是不存在的。贺廷川看出他的恐惧，放心，一定送你去医院，我在外面陪着你，守着你们母女平安。云晶这才放心，收拾好后才一起去门口。云晶看着被带出来的冯倩倩，整个人都沧桑不少，神色麻木，面无表情，眼里没光，一头乌黑顺的秀发也被剪了，剪了一个这个年代的劳改头，丑，很丑。云晶想起书中生动鲜活的冯倩倩，和现在比简直判若两人，但又想到她的所作所为，对她同情不起来。云晶，你这个贱女人，你不得好死！你害得我劳改，你最好小心点。等我回来，你看着吧，我一定会报复你。站在安全距离，云晶鄙视着冯倩倩。行啊，我等你5年劳改回来，好好表现，争取戴罪立功。我等着你来报复我。这个坏女人劳改了，以后没人找嫂子的麻烦，嫂子可以放心。对，总算可以安心养胎，等着孩子出生。时间过得很快，云晶算了算日子，
预产期是下个月18号，但马上国庆节了，贺廷川又被安排出任务一趟。国庆你不放假？有任务，什么时候回来？10天亦或是半个月，看情况。贺廷川自己也不确定，毕竟不是他能决定的事情。好吧，到时我让李爱美来陪我，有她在，你放心，我会把自己照顾好。贺廷川面上放心，心里是一点都不放心。云晶也习惯了他在身边，突然要走，还真有点舍不得。注意安全，早点回来。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的？云晶想了想，他想要的太多了，发现很多他都实现不了。这个年代很多东西他都不怎么看得上，只能随口敷衍说一句好吃的。大馋丫头，你就没有别的需求？贺廷川在离开第5天给军属大院打了电话，不是公共电话亭，而是政委办公室电话。我媳妇这几天如何？你出任务就想着你媳妇？任务完成了才想的。我算是知道那些当娘的那句有了媳妇忘了娘的意思。不理会政委的嘲笑，他不达目的不罢休。我媳妇那边到底如何？放心，你媳妇能吃能睡还能搞事情，好着呢。行，我知道了，你告诉她任务圆满完成，等忙完手上的事情，我就要开始休产假。政委，你心里有个数。你现在就开始休，提前打报告。贺廷川已经算好日子了，等流程走下来，云晶也快生了。虽然不能照顾到出月子，但云晶生产那日是要陪在身边的。云晶从政委那知道贺廷川打了电话回来，怎么不让我接电话？还没回来，任务没彻底完成之前，不能随便打电话。他就是问问你的情况，好好照顾自己，不要让出任务的人担心。政委说了几句，确定云晶没事，这才离开。云晶得了贺廷川的消息，也就放心吃吃喝喝玩玩。田嫂子给孩子做的尿布和小衣服，云晶趁着天气好，让李爱美帮忙洗干净晒干收起来。尿布比我洗脸毛巾还干净，我以前用的都是旧衣服。以后你有孩子，我也给你买新的尿布。那怎么行？我不挑的，旧的尿布也可以。云晶看着小年纪就想嫁人的李爱美，你真的不去读书？我妈说读书没用，又不能考大学，工农兵大学我又推荐不上，等明年给我找个对人家，若是可以，让我嫁人。这个年代确实考不了大学，高考还未恢复，能上的就只有工农兵大学，不优秀，没背景根本上不了。而李爱国这点营长的背景还不够看，李爱美只能辍学在家，就等年龄到了嫁人。你初中成绩如何？李爱美是个好妹子，云晶可不想看着她被耽误。现在是75年，等77年恢复高考，她恰好赶上好时候。成绩还行，班上第1名。说起这个，李爱美还有点小自豪呢。那成绩不错，你不上高中可惜了。要是考虑学费的事情，我可以借给你，等你以后挣了钱再还给我就行。云晶不是资助不起，这不是怕李爱美不好意思，借给她以后要还，她才能心安理得的接受自己的好意。嫂子借钱给我读书。李爱美心思百转，明明心动却又忍不住摇头。反正都考不上大学，读了也没用，白白浪费时间做什么？还要浪费学费？谁说没用？高中读出来就是高中生，是有文化的人呢。云晶不好透露77年会恢复高考这事，毕竟现在还没依据，怕被人知晓，拿着这事做文章。反正你现在也没工作，你哥也不让你下乡，不如趁着还小，多学2年，读出来那个高中文凭多好。看出他的顾虑，云晶劝道：放心，我去和你妈和你哥说一下，到时等孩子他爸回来，让他也说说，他就是读了高中上了大学的才这么优秀的。贺廷川可不是莽夫，他身份背景上的是大院子弟学校，后来被推荐去了工农兵大学，是最好的军事学校，有头脑有能力。李爱美被说服，看见大院的其他人都去上学了，她说不想上学是假的，就算没大学可考，也想读个高中。原本以为没希望，已经认命了，谁知道云晶又给了她希望。当天吃了晚饭后，云晶就去了李爱美家，李爱国也跟着贺廷川出任务去了。李爱美妈妈带着2个弟弟妹妹，最小的弟弟比李爱美小10岁，是他爸出事那天怀上的。李爱国成了营长后，特批了让他带着弟弟妹妹一起随军。李爱国一个人的津贴要养一家人，李妈妈就是考虑到2个弟弟妹妹家里不够宽裕，便让李爱美读了初中就不读了。我和爱美投缘，把她当成妹妹，想着还小，让她多读点书也行。学费的事情我可以借给她，等她以后有工作自己挣了钱再还给我也行。李妈妈瞪了李爱美一眼，这怎么使得？你们也要生活，还要养孩子，学费1年要花不少呢，还要学杂费那些，2年下来也是一笔钱。再说了，他就算读出来，拿不到工农兵大学的推荐，也上不了大学，还不如把读书的学费省下来，以后给他置办一点嫁妆，风风光光嫁出去。我想读书，就算上不了大学，也想拿了高中毕业证呢。求你了，让我读书吧，我自己借钱自己还。听到这话，李妈妈不说话了。等大哥回来，我和大哥说，要是大哥同意，妈你不能阻拦。呵，你大哥还做不了家里这个主。李爱美直接被气哭，扭头跑出去。哭什么？等你大哥回来再说。嫂子别慌，
我装的，我们家一直都是我大哥说了算，我妈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别人不知道我还能不知道。就这样，云京和李爱美都盼着贺廷川和李爱国早点回来。贺廷川这边到了京市，任务完成，特地回了一趟家，提前打了招呼，贺妈妈在家等着。就你一个人回来的，不是说娶媳妇了？媳妇呢？路程远，我是来出任务的，不是回家探亲。她肚子大，不方便坐火车，在家属院那边养胎。她不知道你回来？不知道，组织上不允许外露行踪。私下里也没说一句。哼，可见这个儿子是真的不喜欢那个媳妇。哼，你要是早听我们的，也不会有这个麻烦。妈，娶她是我自愿的，我自己的选择，有什么不满对我发就行。她不是麻烦，也不是她的错，不要怪她。我说什么了？你现在就护上了？贺妈妈没好气，就是不喜欢这个没见过的儿媳妇。她老来得子，这么优秀的儿子居然被乡下丫头给祸害了。妈，她是我媳妇，我孩子的妈。要是有人当着我的面说你，你心里怎么想？你要是不待见我，我拿了东西就走。你，贺妈妈气得脸都绿了，看着一副要和家里老死不相往来的儿子，真是冤家！我上辈子肯定欠了你。行了，我不说你的宝贝肉，行了吧？为了让儿子留在家里，贺妈妈只能忍了。贺廷川上楼放下东西，便去了院子里，看中又大又红的石榴，都不用人帮忙，很快把老树上的石榴摘了大半下来。还是你知道心疼你妈，我知道我爱吃。说着就要拿最大的石榴，被贺廷川避开了。这是要带走的，妈想吃树上哪个，我给你摘。带走？带哪儿去？家属院那边，云锦想吃石榴，那边没石榴卖，想着回来了，便摘一些给她带去。贺妈妈心情那叫一个酸涩。你媳妇喜欢吃人肉不？要不把妈的肉割一块给她吃？妈，她不吃人肉，要是妈心疼她，可以给她准备一些精致好吃的，她肯定爱吃。走走走，有了媳妇忘了娘的，一口一个媳妇。你实话告诉妈，你被那个乡下丫头灌了什么迷魂汤？我这是遗传我爸，他宠媳妇，我是他儿子，有样学样。事实证明，我妈生得好，像我爸。贺妈妈老脸一红，嗔怪地推了他一下，说什么不害臊的话？你一点都不像我那冷硬寡言的儿子，这次回来换了一个人似的。有吗？你自己去照照镜子，以前你可不会打趣你妈我。贺妈妈算是看出来了，这是被媳妇调教了。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看到冷漠疏离自己的儿子说俏皮话。贺妈妈突然觉得那个没见过面的儿媳妇也不是那么一无是处。贺廷川不觉得，他以前只是不爱说话而已，但最近媳妇是个话痨，没事还喜欢拉着他说话。既然都摘了，全都摘下来。你媳妇不是爱吃，让她多吃点，给我生个大胖孙子。贺廷川皱眉看他，你这什么表情？生大胖小子不好。妈，现在是新社会了，重男轻女那一套不好，你要改。虽然我是儿子，你也不能嫌弃二姐是不是？我什么时候嫌弃你二姐了？你开口闭口大胖小子，不是嫌弃二姐是个女儿。你别说话，还我那个沉默寡言、惜字如金、一棍子打不出一个屁的儿子。也不知道医院有没有哑巴药。被嫌弃不会说话的贺廷川只能默默摘树上的石榴，还留了3、5个长得不太好的给鸟吃，把摘下来的石榴挑选了一遍，歪瓜裂枣的都放在一旁，留着家里人自己吃。皮包子好的打包过2天原肉背回去，给馋嘴媳妇吃。看着在客厅沙发上生闷气的贺妈妈，贺廷川学着云京哄她的样子，选了一个又大又红的石榴，包了一碗石榴子，送到贺妈妈面前。给你爱吃的，选的最好的石榴，妈别生气了。再看看眼前高大挺拔，结婚后仿佛变了一个人，多了3分人情味，少了10分冷淡，长了一嘴气死人不偿命的反骨儿子。贺妈妈心情那叫一个酸涩微甜。怎么给我吃？不是要背回去哄媳妇的吗？你媳妇爱吃，你给她包。你妈我没张嘴，不爱吃。媳妇要哄，妈也要哄。妈要是不爱听我说话，以后我少说一点。贺妈妈不乐意了，抱着石榴碗，嘴巴长了就是说话的，你又不是哑巴。这石榴味道不错，你要是想你妈妈，我不生气，等会再给我包一个又大又红的石榴。晚上贺爸爸回来，见着贺廷川，既然回来了，多住几日，多陪陪你妈。你妈最担心的就是你。你小儿媳妇都快生了，她不得回去陪着。人家怀着贺家的孩子，总不能把人撇下不管。不管生的是儿子还是女儿，你都不能甩脸色，好好对人家，让她好好坐月子。妈放心，那边已经安排好，大院的嫂子和云金关系不错，已经有嫂子答应月子里帮忙照顾她。一想到人家李嫂子被威胁答应时的表情，是笑着的，应该可以说是关系不错吧。没想到那个乡下媳妇还挺会做人，竟然得了大院嫂子们的喜欢，愿意帮忙照顾月子。既然有人照顾就好，等生了要给家里打电话。等孩子大一点，你也该带着他们母子回来看看，毕竟这儿才是你的家，你总不可能一辈子留在外地，你也要回来的。对于未来的规划，贺廷川心里有数，看云京愿不愿意跟着回京市，还是喜欢留在那边。等我回去问问他。
这儿子算是废了，除了听媳妇的，就不能听听老娘的。晚上，贺爸爸和贺妈妈回到房间。过2天那孩子要回去，你给准备一点东西，让他带回去给那个云晶。知道老伴年纪大了，记性不好，贺妈妈也不嫌弃他。放心，我嘴上说不喜欢，这次见了那小子，对那个没见过面的儿媳妇还是有一点点好感的。之前是谁死活不同意？为了小儿子娶媳妇这事，老伴把他打了一顿不说，还冷战了半年。现在人还没见到面，说对人家有好感。感情老头子我半年苦白吃了。贺爸爸心里委屈，贺爸爸不说。乡下来的就乡下来的吧，只要能和那小子认真过日子，乡下的也认了。听那小子的语气，肚子那个怕是个小孙女。算了，我们都有子谦了，这孩子马上快毕业，是个有出息的孩子。他们生个女儿就生个女儿吧，我可不是那些封建迂腐的婆婆，非得要人家生儿子。贺爸爸第一次发现不认识自家老婆子，突然变得这么通情达理，不是做梦吧？以前还以为那小子这辈子是要打光棍的，没想到孩子都快出生了，人家愿意和他过日子都谢天谢地了，也没什么可挑的，毕竟大的小的一个德行。挨瞪的贺爸爸很无辜，我什么德行我怎么不知道？家里大大小小都听你的，你让我回来，我气都没下就回来了。贺妈妈冷哼一声，便开始翻箱倒柜的找东西，那架势恨不得把家给搬空。贺廷川在大院住了一晚上，第二天一大早出门忙，再回来就是3天后便要回驻地了。贺妈妈把她准备的几个大包裹拿出来，这些你也不好带走，我已经打包好，等会送去邮政那边，让寄过去。妈不是答应不和我一起过去，你走了爸怎么办？我不去，你爸好着呢，放心，饿不着。这些事人都不去，怎么这么多东西？这是给我那位见过面的儿媳妇准备的，还有未出生的小孙女，我人不去照顾月子，怎么也得表示一下，人家跟了你就是贺家的人，不能委屈了人家，都是些他用得上的。这可是贺妈妈这几天去供销社、大商场买的，还搞到了友谊商场的外汇券。贺妈妈平时都不去的。除了这些东西，贺妈妈还把一卷全国的粮票、肉票、布票塞给贺廷川。这些你给你媳妇，让她别亏着自己，坐月子要吃好点。贺廷川被贺妈妈的热情吓到了。妈，你这爸知道吗？放心，你爸表面上看着不关心你，其实你爸心里有你们。他要是不同意，我也不敢大操大办。我的工资和津贴够了，这些票妈留着自己用。贺妈妈瞧着倔儿子，也没和他推拉，趁他不注意的时候塞包里。贺廷川离开家门时，贺妈妈站在门口，看着他离开好一会儿才回去，心里有点不舍。云京这边知道贺廷川这次出门时间不确定，以为10天就能回来，谁知道过了13天，贺廷川还没回来，电话也没一个。这天云京在门口晒太阳，抬眼就看到胡子拉碴的贺廷川。怎么不认识了？云京激动扑了过去。我回来了。哇，你总算回来了。爱国兄弟也回来了吗？你找他有事？有事，就等着他回来呢。你等他。云京点点头，总算后知后觉地察觉他情绪不对劲。云京看着有点吃醋似的男人。当然，我等的最多的肯定是我孩儿他爸贺廷川同志。真的，我发誓，不信你问问你闺女，她给我作证。瞥了眼圆溜溜的大肚子，被气笑了。让他作证？对，我可以代替你女儿发言。贺廷川同志，你媳妇在你离开后，1天24小时，18个小时想你，非常。后面肉麻的话还没说完，嘴巴被大手捂着。别说，我要脸。等贺廷川收拾好自己，打开背回来的背包，里面塞得满满的麦乳精、奶粉，还有糖果以及糕点、酥糖、果子，这些都是吃的，一包一包的，被他保护很好，都没被压碎。这都是人肉背回来的。云京说不敢动不可能，最下面是石榴，等拿出来才发现有30-50个石榴，云京才意识到他这个背包多重。你不觉得沉吗？坐火车的，不累，自家的石榴很甜。你这次任务的地方是京市，是出任务，所以不能和你说，也不能顺路把你带回去。我现在这样也不能出远门，不怪你，你自己要出任务，根本顾不上我。我在大院这挺好。看着拳头大小的石榴，云京都怀疑自己还没吃完就坏了。可千里迢迢的背来，云京就算吃不完，也不会扫兴。你对我太好了，那么远给我背石榴回来，你自己在火车上吃了没？没有。你包了我们一起吃，我还没吃过你们家的石榴呢。翻着翻着，还在手提袋的边上找出一卷票。这是布票、肉票、粮票，你怎么这么多票？贺廷川一看就知道是贺妈妈塞的。你收下吧，我妈的一片心意。云京不问都知道，肯定是那个没见面的婆婆偷偷塞的，这是贴补他们小两口呢，心里感动不已。收拾好后，云京把决定借钱给李爱美上学的事情一说，等着贺廷川的反应。你要是决定了，我不反对，多读点书也好，以后若是恢复高考，也不怕错过。你觉得以后会恢复吗？肯定会，国家需要人才，只有读书人，有学识和才干才称得上人才。
想到云京也才读了1个小学，你要不要也一起去读书？你看我这样合适吗？你觉得多久会恢复？看上面的决定，我哪知道，等着吧，总有一天会恢复的，早晚的事，可能明年，也可能后年。你小子是有点子先见之明的，也就是1977年会恢复高考了。这是云京肯定不会傻傻的告诉贺廷川，免得节外生枝。走，我们去李家看看，顺便送点石榴过去，我一个人也吃不完。这段时间多亏了爱美陪着我，要不是她，我一个人都不知道怎么挺过来。云京怕他不愿意把辛苦背回来的石榴送人，便解释道：石榴吃多了会便秘。贺廷川淡淡点头，把他特地留下的2个又大又圆又红的石榴拿出来。这个是你和孩子的，必须你们吃。我代替孩子谢谢你。到了李爱美家，老远听见李妈妈骂人的话：你长大了，翅膀硬了是不是？妈的话也不听了，那个书非读不可吗？原本李爱美被她妈妈闹得已经打退堂鼓了，一回头对上云京鼓励的眼神，李爱美勇敢的点头：对，我想读书，想学习更多的知识，那你就让我读吧。李妈妈气得拿着扫帚就要打人，被李爱国拦住了。妈，让大美去读书吧，我读书不行，让大美好好读书，把我那一份也读出来。李妈妈瞧着1个2个都不听自己的，气得一扭头，背对着他们坐在床上抹眼泪。婶子吃了吗？我家那位回来了，给带了些吃的，想着这些天麻烦爱美了，特地拿过来给婶子尝尝。来了客人，李妈妈不好继续生气，只能打起精神来应酬云京。来都来了，还客气什么？再说了，你们让爱美过去又不是没给钱，她还吃你们的，我才不好意思呢。云京客气几句，把李妈妈哄得差不多。婶子就让爱美去读高中吧，要不是我怀着孕，我都想去学堂读书，这不是条件不允许。多读点书总是好的，以后若是有工作，人家肯定首选高中，而不是初中生，学历高肯定有优势，你说是吧？云京把最实在的一说，李妈妈松动了。确实现在工作紧张，除了关系，还要有能力。这样一想，李妈妈只能点头。谢谢你云京嫂子，我以后一定会好好读书。云京把包的石榴吃了1大半，石榴籽也吐了不少，吃着费劲没吃完，便递给贺廷川。不好吃吗？有籽儿，明天我吃的时候把石榴汁挤出来，光喝石榴汁算了，免得吐石榴籽麻烦。云京怀恋软籽石榴，只见贺廷川拿个大石榴进了厨房，不一会就端出1碗石榴汁。明天等我有空给你包石榴。好，也给你石榴汁。怎么突然对我这么好？贺廷川被他水灵灵大眼瞅着，心跳漏了一拍，薄唇抿了抿，压下上扬的嘴角，让自己看起来平静无波，看不出内心的欢喜。我只是想对我闺女好。行行行，我是沾了你闺女的福气，你闺女还想吃烤鸭，怎么不见你带1只回来？烤鸭现吃才好吃，若是凉了便味道一般。你闺女若是想吃，等回了京市，我带她去吃。哦，到时你闺女能跑能跳，你们去吃烤鸭，我在家数鸭毛是不是？贺廷川想想那画面，忍不住嘴角上扬。你要是想去，我一起请你们吃。好啊，我要吃3只烤鸭，把你的零花钱吃光光，看你以后怎么对你闺女好。我还是生个儿子吧，生个闺女，这不是和自己争宠吗？贺廷川没忍住的偷笑。哼哼，我困了，要早点睡。你明天去复命吗？那早点睡吧。2人在床上躺下，云京试探的问：你回家，你爸妈说我什么没？没说什么，我妈还给你寄了不少东西，大概过几天就会送来。你确定是你妈妈送的？原本他老人家想来伺候后你月子的。别，原书中这老太太是挺嫌弃我这炮灰原配的，觉得是我害了她儿子年纪轻轻当官夫。知道你舍不得老人家奔波。贺廷川是会给云京脸上贴金的。路程遥远，加上我爸年纪大了，也需要人照顾，我妈不好走开，说是人不能来照顾你月子，东西得送来。妈真是太客气了，等以后我一定好好孝顺她老人家。漂亮话谁不会说啊？2人正聊着，云京脚又开始抽筋了。哎呦，贺廷川熟练的给他捏捏腿。怎么样，好些了吗？这些天有没有喝骨头汤？有，效果不大。哎呦，疼疼疼，怀个孕怎么就这么难受呢？听着他吸气的声音，贺廷川心中愧疚。我们生1个就行了，以后你也别怀了。啊？孩子有1个就行，我女儿儿子都一样喜欢。你说真的？那你去结扎，我不上环。好。这一声仿佛击中了他心口，让云京感动不已，眼眶微热，又怕贺廷川察觉到情绪，背对着躺下了。我困了，睡觉。睡吧，我明天就去约手术。会不会太早了点？恰好最近没什么任务，早点手术，早点恢复。云京却有点迟疑了。你不后悔？不后悔。云京再也忍不住，靠近他，在他唇上贴了一下。贺廷川，你放心，
我以后会对你好的，我和孩子都对你好。贺廷川说去做手术不是开玩笑。第二天两人吃完早餐，贺廷川便要带着云晶出门去医院。你产检，我去问问手术的事情。云晶这时又觉得自己有点过分，毕竟这个年代男性结扎是少之又少的事。你要是不想做，不做也没关系，以后那啥的时候多要几个那个就行。贺廷川听懂了他隐晦的意思，耳朵尖尖红了。没有不想，放心，我不会后悔，以后也不会怪你，是我自己愿意的，和你无关。都这样说了，云晶便不再说什么。两人到了医院，贺廷川先去陪着云晶做产检，检查完后，贺廷川便去找医生，得知他要做结扎手术。医生给了贺廷川一个微妙的眼神。几个孩子了？一个。儿子吗？应该是女儿。什么是应该？贺廷川回头看云晶，云晶站在门口，见他看来，温柔一笑。医生瞧着这一幕，视线落在云晶的大肚子上，差点以为看错了。你这孩子都没生，你若是现在做手术，以后没后悔的机会。这个手术我不能给你做，怎么也得你媳妇生了再说。说完便要把贺廷川和云晶赶走。这医生怎么能违背患者的意愿？云晶能理解，这医生怕贺廷川以后后悔。算了，人家也是好心，大不了等我生了以后，你要是还想做手术，我再陪你来。贺廷川瞪了医生一眼，被云晶拉走。医生被瞪了还有点委屈。我这是为了谁啊我？过了几天，贺妈妈寄来的7、8个包裹都到了，李爱国开车去拿的，拿到后还以为贺妈妈把家给搬空了。川哥，你这次回去是不是惹得阿姨不高兴了？怎么有种被打包送走的感觉？贺妈妈是不是打算把贺廷川扫地出门了？一想到贺廷川怕是被自己连累，云晶愧疚不已。你放心，只要有我的地方就有你的一个家。云晶现在挺着大肚子不方便，贺廷川动手拆开包裹给云晶看，包裹中有京市的特色糕点，还有酥糖，还有核桃酥、绿豆饼等等。让云晶没想到还有一个燕窝，被保护得很好，瞧着有好几两，除了燕窝还有海参。你妈妈是不是装错了？没装错，是给你寄的，你放心吃吧。你确定是他老人家给我吃的，不是给你的？突然这么好，有种受宠若惊的感觉。我一个大男人吃这些做什么？我妈说你怀着孕要补一补，燕窝和海参都有营养，给你和孩子补一补。原书中这个贺妈妈对冯倩倩是各种看不上，按照原主的出生，贺妈妈更看不上我才是。云晶看着品质上佳的燕窝，一看就是辽省的海参。管他贺妈妈什么想法了，寄来了就不能浪费。你会炖燕窝吗？不会。我教你啊，炖出来我们一人一盅，可不能辜负了妈的一片心意。贺妈妈给她送寄燕窝，云晶一口一个妈，没寄之前，你妈妈、你妈、老太太绝口不叫一声妈。除了吃的，还有用的，还有奶粉。似乎怕云晶生了孩子奶不够吃，买了好些国产奶粉，还有好几罐进口奶粉，还有各种布料，的确良，以及老棉布、尿布、细布、花布那些，一看都是云晶能用的。小孩子的衣服7、8套，小小的、纯棉的，以及贺妈妈没事的时候自己织的毛衣，是给小孩子的，没贺廷川和云晶的份。7、8个包裹，满满的都是贺妈妈的爱。收了贺妈妈这么多好处，不打个电话回去说不过去。我们给妈打个电话吧，我想亲口给妈道谢。电话很快被接通。小老三啊，是不是包裹到了？云晶一听这称呼，翘了一下嘴角。贺廷川见了，耳朵发热，觉得不好意思。贺妈妈在家就喜欢这么叫他，宝贝他的时候就是小老三，生气的时候连名带姓的叫。说到了，谢谢妈的一片心意。云晶也在这儿，想和你说说话。行，还没和他说过话呢。妈，听着软糯清甜的声音，贺妈妈差点心都跟着软了一大半。哎，好孩子，别怪妈不去照顾你月子，你爸他腿脚不好，我年纪也大了，长途火车坐不了，怕身体吃不消。妈别这么说，该是我们回去看你才是。你放心，我在这边好着呢，我会好好照顾廷川哥，不让你担心。贺廷川被他一口软糯清甜的廷川哥给叫得脸上酥麻一片。到底谁照顾谁啊？廷川哥带回来的石榴甜极了，听说是妈妈种的，妈种的石榴真甜，妈太会种果树了。云晶3句不离赞美贺妈妈，把老太太哄得哈哈大笑。燕窝和海参怎么不留着妈自己吃？你也要补一补。我们远在驻地不能孝顺你们，怎么还能吃那么好？妈送那么多布料过来，怎么不自己留着做漂亮衣服？我们这边什么都有，等回去了给妈带好吃的回去。谢谢妈对我们的好。妈吃过小龙虾吗？这儿的小龙虾超好吃，到时候给妈做小龙虾吃，保准妈会喜欢。贺妈妈听着云晶的彩虹屁，还有画的大饼，那叫一个心里美滋滋的。挂了电话，觉得自己寄的东西还是太少了。他们驻地偏僻，不好买东西，看样子下次还得去友谊商场看看，给他们寄点东西过去。接下来的日子，云晶每天吃吃喝喝，溜达散步。这天一个午觉醒来，上厕所的功夫，云晶觉得自己好像要生了，立马撇着腿敲响了隔壁高嫂子家的门。嫂子嫂子，我好像要生了，麻烦你让人去找贺廷川，我要去医院生孩子。别急，
我这就去打电话，你先把自己的东西收拾一下，贺团长回来就去医院。嫂子放心，东西都是孩子他爸收拾的，待产包早就准备好了。你是个不靠谱的，贺团长要靠谱多了，还知道提前准备。云京在家属院等了好一会儿，李爱美守着云京，把需要的东西都带上。嫂子放心，贺团长很快回来，马上就能去医院。我妈生我的时候都说我是讨债的，生了1天1夜才把我生出来，现在不是好好的。你是会安慰人的。高嫂子看着吓得小脸惨白的云京，给李爱美使了一个眼色。放心，你这肚子看着很好生，你哪天都出去溜达，肯定没问题。云京有被安慰到，翘首以盼的等了差不多1个小时，才等到贺廷川回来，几人便一起去了医院。医院里被送入产房时，要是我顺产生不下来，你要是不给我剖腹产，你给我等着。听医生的。贺廷川想跟上，被护士小姐姐拦着。产房重地，不是产妇不能入内，家属在外面等。李爱美和高嫂子也在外面守着。高嫂子有经验，倒不是多担心。李爱美见过李妈妈生孩子，知道很疼，有点担心。贺廷川整个人6神无主，手足无措，内心的恐惧和不安。不知道等了多久，都等到李爱国都来医院探望了，云京还没生。陆陆续续等护士抱其他家小孩出来，贺廷川终于看到云京给孩子准备的包被。护士瞧着情绪激动的贺廷川，这位同志猜的没错，你媳妇总算生了，恭喜你，母女平安。你媳妇给你生了一个可爱的小闺女。啊，女儿啊，没事没事，反正不是我媳妇生的。不是说今天产房生的都是儿子吗？女儿怎么了？我女儿可爱着呢。心花怒放的贺廷川面上没表现出来，却一脸关切。我媳妇如何？你媳妇累着了，这会儿正在休息，等收拾好会送到病房去。顺产很顺利，就是有点力气不够，好在一切都好。你先照看好孩子。贺廷川抱着奶乎乎的小娃娃，继续在外面等着。大约过了20分钟，云京被推了出来，整个人像是脱力一般，虚弱无力的躺着。你辛苦了，是个小闺女。喜欢吗？云京比他早快1个小时知道自己生了一个女儿。贺廷川眼里的欢喜藏不住。喜欢，我们的小闺女很可爱，长得像你。她刚看了我一眼，她知道我是她爸爸。那是，也不看看是谁生的。一时有点激动，惹得他伤口疼。贺廷川，生孩子太痛了，你女儿还挺会长，看着肚子不大，她居然有6.3斤，胖丫头，差点没把我疼死。让你受苦了，等她大一点，让她好好孝顺你，听你的话，不能白吃这顿苦。好好看着我们小闺女，别让人抱走了。他们都生的儿子，万一看我们闺女可爱抱走了怎么办？吓得贺廷川立马抱紧女儿。他人高马大，肩宽手长，一只手就能稳稳地抱着包被，谁来抢都得掂量掂量一下。谢谢你云间，以后我一定好好对你们母女。